来到这里，我就必须要帮助热爱越剧的他们实现梦想。我选的队员必须能让我眼前一亮。就要上场了，挑战马上开始。一切都是未知的，我已经准备好打一场漂亮的硬仗。我来了，你准备好了吗？截至目前，王志平战队共收获5名队员，吴凤花战队共收获3名队员，黄慧战队共收获4名队员，萧雅战队共收获2名队员，陈飞战队共收获2名队员。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各个战队将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拭目以待。擂鼓开鸣等观战，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和绍兴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的《一鸣惊人》越剧名家名票组团战的现场，我是张宇，欢迎大家。名家名票组团战已经进入到了第6期了，有些老师的手中呢名额已经非常的稀少了，可能只有2个名额，他该如何选择呢？是否心中已经开始盘算着一出剧目了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期待着导师能够选择上我们的选手，我们的选手也能够有上佳的表现吧，祝他们好运！让我们有请今天的选手登场。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的龚宁，我呢是一名幼儿教师。我喜欢邵伟的老师啦，因为他们是文武兼备嘛，所以我喜欢吴凤花老师，喜欢陈飞老师，2个老师的战队都想参加，希望他们能选中我，但是我也知道自己身上有很多的问题。纵情不要心明卷，你将我于斯关进心酸，必是男子将你忘啊！我恨你怒砸诚心无决断，是非却在你里参观，你来深邃你不放过，男子原是无辜犯，这一次相送我后一看，令我在家你不光，淋雨不能送我返家园。你莫怪男子心肠不肯原啊，纵情啊，男子心风是坚
错。只要你心似铁砂尖，蓝丝同不随风转，不为自当，用情传。跟老师们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各位评委老师好，我是来自北京的龚宁。今年多大了？我可以不透露吗？特别可以。那你可以透露一下你接触越剧多久了吗？也不短了，7、8年了。龚宁，你在台上演唱的时候，如果是像你现在讲话的话，我觉得状态还会更好。你后半段的那个状态就比前几句要好。前几句的话，你在唱的时候的话都没有就提起来，整个人跟那个面部的肌肉这一块的话全是松懈的。我希望你能够提起来。纵情不要性命倦，你是你性命倦。都松的话，你音就上不去，包括你那句高音，一直修你是马上接上去了，你这里给他吸一口气，修气就肯定够了。谢谢陈飞老师，把你的问题给解决掉了，是不是？对。一开始呢，我跟陈飞也在说，你前半段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情绪当中，可能刚刚上来比较紧张，所以导致你前面几句有的地方连音都不准了。我就感觉，咦，怎么又上来一个音不太准呢？后半段慢慢进入人物了，感觉就好了。龚宁啊，你能不能再唱几句副派的，其他的不要这个缺门的。类似什么18相送啊、楼台会啊，这些都可以。唱个我家有个小九妹吧。我家有个小九妹，聪明伶俐人敬佩，妙郎随风真能塞，琴棋书画尽皆会。那么老师就要考虑一下了，看看究竟可不可以留在自己的团队当中。3秒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亮灯情况。3、2、1，请选择。哇！虽然他的演唱中我不是十分满足，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战队来说，我有我自己的考虑，希望我们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能够磨合出超常态的表现。好，掌声送给吴凤花老师，也跟老师拥抱一下吧，恭喜你！这次来于鸣惊人其实是为了让自己更有胆量一些，结果没有想到竟然被吴凤花老师接收入团队，真的是我意料之外的。我是一名图书管理员，我来自浙江温岭，我的名字叫陈海军。平时除了看书，我就比较喜欢听越剧。相信你们都没有见过看戏带被子带蚊帐这么疯狂的场面，然后演出结束不回家，还是睡在戏台下面，就是为了占个好位置，明天继续看。在这样的戏剧氛围里面长大，我没有理由不去喜欢越剧。
你问我为什么参加一鸣惊人？我这次来就是奔着谢群云老师来的，我非常想加入谢群云老师的团队。谢群云老师，你就看我的表现吧。相爷堂内把花蕊，顷刻林中闹声响。彩光别影结结动，一手画笔拨一拨。夫妻们都到这爱的世上，我当爹娘世上姻缘要平美真，我恰可人一些美眷。姐妹们谈笑珍惜儿，吃不见去向美上脚。世人一到家开店，不见去向心思来，哎呀心思来啊！众人并列话当上，肉麻戏子上。去向我即刻上去将他爹荆棘为路写情况，我还是总用银子满点点，走一步要长得像。不能怪相夫呀为马不一样，挂着挂往是对无眼光。夫妻们都嘀咕，最后只有一去向，去向姐姐。但归一枝满庭芳，虚实情欲推过香。俩子俩女相伴来呀，碰到喜之人结痂。我说话，你说谁掉颜色？我的手，你红玉可天香，红丝巧枝有情人，月老助我说缘上，相约今日做兵人呐。结与去向谁谁结缘啊呀！温岭是细密之乡，一点不假。作为我们绍兴小百花来说，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就像我们前不久到温岭去演出。人满为患，到最后提前结束演出为止。这个就是我们政府部门就怕出那个安全问题，
对，你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看多了，你慢慢也成精。你在台上，其实你心很，就说淡定，就表演上很自如，因为你临床经验丰富。临床经验丰富。我也十分感谢我们温岭的政府啊，对我们市区社会支持特别大。一年可以说给我的演出机会是有100多场。难怪在舞台上真的游刃有余的。现在我们有些专业剧团的话，可能还没演这么多演出场次。那是演出是确实是。而且我演的最多的就是点秋香跟盘夫。怪不得我感觉他的非常放松，非常自如。舞台上面对，很有经验，像一个专业演员的水平。黄世平老师，我跟你家住了8年邻居。我眼睛有近视。这样的，你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一年重阳节，我就在你小区演过。那个时候我是严重的感冒，但是你父亲跟母亲给我拿了感冒药，还白木耳汤炖了给我，我真的很感动那个时候。这越说越悬了，越说越近啊！说明志平他的父母对你非常的厚爱，是为了保护你。你感冒给你吃药，远亲不如近邻。对的，那时我真的非常感动。你们的交谈当中啊，我特别感动，越剧的演员和越剧乐迷之间这种水乳交融的这种情感。刚才在听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哎呀，我说他好幸福哦，有这样一个故乡，还有呢，就是还有王老师的这么好的邻居。对啊。包括我们这些名家的父母，实际上，可能他们对自己的孩子的那种情感，也完全出于对越剧的那种尊重、真爱。所有的只要唱越剧的，不管是不是我的孩子，给他弄最好的药，是这样的吧？视如己出的呵护真是啊。好了，那么下面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啊，要看一下我们6位导师的选择结果了。能否为他亮起一盏灯呢？3秒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6位导师最后的选择。3、2、1，请选择。谢谢。谢谢。我今天要求有点多，我想交给侯老师帮我保留这个。我今天是特别得意，你知道吗？实际上。我们这个组团赛走到这个时候啊，导师手上的那个空余的名额啊，会不多了，越来越少。而且呢，他又老想呢，把机会让给更多的人，能够让他自己有更多的空间来选择，所以我就变成了一个，最富有的人。救命草，真的还有机会，我不能轻易的去按这个，所以暂时保留吧。来，无论怎么样，还是把掌声送给他，好不好？全国有那么多戏迷，有哪个有这么幸福？在我自己想要的舞台上面，还有6位名家前面唱戏，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大家好，我叫陶慧，来自于台湾台北。我今天带来的是《碧玉簪》里面的宋凤官王氏夫人一则。最想感谢的我妈妈，她培养了很多学生，桃李满天下。一鸣惊人，我来了，妈妈，我爱你哦。
干娘，哎呀宝贝娘，阿宁是我个手新娘，再无大娘侬是我个手背娘，个手心手背嘛都是肉，老太婆杀不得大个娘亏娘。三五啊，侬心宽宽去吼啊呜，演得个三五来听不不，阿人从前得亏侬，哪位已经早个背在嘛男人错，侬可以。跪到西，哎呀，跪到东，三口都跪的是红啊，吼吼！三五侬三番不你，伊是长远不做要去和尚做，各种手脚也是帮啊！侬爷娘三五手有好劲儿啊哥，听从婆婆接凤冠，高明夫人由侬来做啊！婆婆啊，你是媳妇终身啊么？婆婆的恩德并非负。夫妻不世间有，唯有我是光明不把受折磨。我不愿与他夫妻和，只好辜负你老婆啊！媳妇侬是爷娘方针的儿啊哥，佛爷都来嘛娘啊也都。千错万错是阿人错，我婆婆对侬总不拉错。三五侬啥不肯夫妻和，我养生我儿子我做生我婆。三五啊，侬马个人情结婆婆，夫妻总欢心啊三接触越剧多长时间啊？说起越剧来，我是承受妈妈的影响。妈妈非常爱越剧，就像越迷越痴一样，所以我觉得可能受妈妈的影响吧。是，那肯定是。我只是想问你，你受过专业训练，还是只单单的受你妈妈的这个，从小的熏陶？我爸爸是唱京剧的，从小我爸爸就教我很多武功，我武功都是跟爸爸学的。我觉得这位选手啊，他浑身是戏，是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对手在唱那么几句的时候，你看他始终不间断。谢谢。那你今天在一鸣惊人的舞台，希望收获什么？来到一鸣惊人也不容易，因为嫁到台湾这么多年，很想家，更想妈妈。妈妈一辈子就唱越剧，我想圆她的梦。我刚才配演的是我姐姐，亲姐姐，所以我希望说，姐妹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那能不能把姐姐也请到舞台上来，好不好？好。我觉得亲姐妹两个人一起在舞台上演这样的一出戏，真的妈妈在电视机前看到的话，一定会特别的感动，是不是？那么接下来，姐妹两个人一起来期待一下我们6位导师的一个亮灯情况，好不好？来，我们3秒钟的时间，3、2、1，起水。不错的成绩，我们先来听听2位老师有什么话想要对你说。来，陶慧啊，在看你走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老太太是我的。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吧？我觉得跟你特别有缘。又来了啊！又来了，糖衣炮弹。真的，我很实在，我讲的都是真心话。现在都有点怕王慧了，只要他一摁灯，我们全没了，都到他那去。他的号召力特别强，煽情的。我都不知道怎么非常
谨慎。群英啊，小心啊！你看黄慧那个坐姿啊，就是我那个啊，别轮到我。没有，试一下，这要看缘分了。对。其实刚才我们在后台休息的时候，我跟群英在说，群英在一边跟我说，他说我希望那个老丹到我这边来，那我心里很纠结，我其实早就想好了。你老是纠结，你同意好久，能不能到我这边来？后来我们岳父说，群英啊，我也想要这个老旦，但我说的很轻，也不敢多说，你知道吧？我怕他，我说你又要来跟我抢了。今天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豪姐想好意思了，想仔细了。谢谢各位导师对我的评价，非常感谢6位老师，我都喜欢，真想到每一家去。3个和尚都已经没水喝了，那6个和尚的话是一滴水都没了。我选择黄慧老师，因为他说的非常，我也很喜欢你，抱一下。非常激动，我晋级了，妈妈，我爱你。我是来自江苏省南京市的王金元，今年9岁了。我最想加入王志平老师的战队，我现在充满了信心。一鸣惊人，我来啦！王金元，你是最棒的，加油！娘的得罪，稻花花呀，赛花兔儿，玉成一般手
呦，我刚在下面看他的时候说，难见这么圆润的小黛玉，太招人喜欢了。来，我们听听老师对你刚才表现怎么说。学越剧学了多长时间啦？学了3年半了。哇，很小就开始学了。现在的小孩子是不得了，都从小那么小就开始学习，喜欢吗？很喜欢，特别喜欢。从2岁开始的时候，然后呢，妈妈每天就给我播11频道，然后呢，我妈去洗衣服了，我就坐在那里看。然后呢，妈妈把大乐府洗完了以后，我还没看完。哦，那你妈妈也很喜欢越剧吧？我妈妈不喜欢，我们全家人都不懂。啊？那为什么给你播11台呀？我是逼我妈的。啊，那你有什么办法去让你妈妈同意你看呢？我就对她哭闹。哦，哭闹，这是你的那个杀手锏。嗯，是的。一般小孩子都喜欢看动画片，动画片嘛，对，2岁就喜欢看戏曲，难得的，是难得。小圆圆，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不论学习就是多忙，然后呢，我都要把越剧一直唱下去。那你有没有想过要考虑就是考专业剧团进专业的那个艺校呢？没有。大实话，圆圆，我只能说，老师痛失一匹小黑马。你早一点出现就好了，我就等着你一匹小黑马。确实，刚才王志平老师一直在纠结，我好无奈啊！我说，哎呀，我说太可惜了，这个小孩子。那个何老师，给他一点机会吧。那么台上那么有灵气，那么可爱，对吧？那么有感觉。你虽然胖胖的，但你的小胖黛玉感觉那么棒，对不对？可以的，沉稳。谢谢老师。台上的表演沉稳。你从小那么喜欢越剧，然后也想不管将来怎么着也要把越剧唱下去，为什么又不愿意去到剧团去唱呢？因为我妈考虑我的学习太忙了。是这样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6位老师给你的亮灯情况。好的。来，3秒钟的时间，关注一下导师的最后选择。3、2、1，请选择。圆圆，我留下你。侯老师，不管灯亮不亮，几乎是同时。对，同时，他说你，我就说赶紧留下你。你，为了你2岁开始喜欢戏曲，为了你今天的精彩表现，这一次所有的小演员里，你的音准是最好的，一定要把你留下来。你是我们的待定的小明星。谢谢侯老师，继续努力，好吧？好的。好，掌声送给他。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选上，不过选不上没关系，下次继续努力。大家好，我叫周仲芬，来自浙江慈溪。我想进入谢群老师的战队，人家都称他是那个金嗓子，然后我很羡慕他的嗓子，还有他的动作。我有信心进入谢群老师的战队，一鸣惊人，我来啦！女儿是娘亲生嘞，娘亲越长越多，总好商量。女儿茶月是
真比得堂上我亲生娘，我父亲虽从天真比得亲娘，你能知儿童样？父亲生哦，还在呀哭，乖娘，乖你娘听早教养。娘啊娘，你今日反儿回家去把来生，我双双对对来帮亲娘。是在紧张吗？状态？很紧张，有点紧张，因为我听的声音稍微有一点点抖。来，我们先听听老师有什么想跟你说，也让你缓解一下。我想问一下，钟芬，你学这个越剧学了多长时间了？有4年多了。哎，你学了4年，你穿着这一身一招一式啊，还真的是蛮到位的。但是有一点，你这个嗓子这个发音位置好像有一点问题，这个可能要好好的找找这个发声的位置，这个声音有点偏老成了，这个感觉。好，谢谢老师。那个包子头疼不疼啊？一开始的时候一直呕吐的，那现在时间多了习惯了，然后自己也知道轻一点、重一点，这样自己有数了。这个包头买了多少钱啊？14000多。哎呦，你看也都在下血本啊。因为那个之前嘛，我学那个京派嘛，然后我叫于霞老师带我去那个拜访过金彩凤老师。我那一句话我记得真的铭记在心的哦。他说虽然一个玩票，他说玩了一定要玩得真一点，不管你唱的怎么样，肯定是没有专业的好。那么他说玩那个行头啊一定要好。那我就直接跟金老师，金老师，那我到哪里去定做？我又不知道，要不你帮我定做过来吧。然后我那个全场那个演出的衣服都是金老师帮我定做过来的。你比我还幸福呢。是的，我觉得比我还幸福。我金老师还亲自给他做衣服呢，他定真的很幸福，比我还幸福。觉得今天上那个一鸣惊人的舞台真的很幸福。那个平常我自己化妆没这么漂亮过。我觉得你啊今天特别成功，真的是不错的。那个谢老师，不要手软的，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很难抢。你的头牌来了。哎，朱萍姐点将了。啊，不过群英唱京派唱得好，我唱的比他更好。要不要现场 PK 一下？我觉得可以有。我怎么敢跟正宗的？我是大新的呀。我们听一下。群英饶了我了，这是玩开玩笑的。掌声礼奏。王老师来一个。这个一鸣惊人不是我们 PK 的舞台，是戏迷 PK 的舞台。好吧，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看一看最后亮灯情况好不好？来，
3秒钟的时间，我们看一下6位导师的选择结果。3、2，选择。谢谢老师，谢谢。去跟谢老师拥抱一下，恭喜谢老师！加油啊！平常发挥还是很稳的，今天不知怎么好像很紧张的样子。我觉得嘛，谢琴老师肯定会选我，因为我觉得我是长金胎的。我是个爱幻想、爱做梦的姑娘，我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我是一个在校大学生，和所有同龄人一样，我是个甜心族。你们猜我在追谁？其实只要是越剧名家，我都追。因为在我心中，越剧里的每个人物都很美好，能够满足我对美好人物的憧憬。我现在就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王志平老师可以喜欢我。我想加入你的战队。史梦涵，你是最棒的。他连我随父凄凉，我为他死亡寂寞，与我不可。不免对我变作美旦小姐的模样，剪去以为别了，且把真髓再隐藏。为相望只见他对来对眼转开。
来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宁波的史梦涵。学越剧多长时间了？学越剧有7年了。7年的时间，那不短了。梦涵，你在这些年当中，你觉得你唱越剧开心不开心？开心。那么你做过最疯狂的是什么事呢？记忆深刻的有没有什么事和大家分享一下？做过最疯狂的事，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大学里面就有那个越剧社嘛，然后我们就会经常组织一起出去看演出。但是学校里是有门禁的，就是现在演出剧场里演出都好晚哦，要7点半才开始演，演完都已经将近10点钟了。然后我们学校又很偏，赶到学校就来不及。因为跟宿管阿姨关系比较好，在学校里演出会给她派票嘛，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今天又出去演出了，所以晚上要回来的晚一点，然后她就经常给我们留门。是啊，宿管阿姨也喜欢越剧，就是年轻的时候不疯，更待何时，对不对？今天的表现上还是我觉得这选手蛮灵巧的，台上啊，很轻松，动作这些都还蛮流畅的，但是你的唱好像有点气，大概气急啊，浮在上面，有点紧张。对，对，紧张，再加上这一段边唱边舞的，好像气有点浮在上面，有点急。觉得你今天不是一般的紧张，你让我感觉是很紧张，很紧张。为什么？你从一出场出来。这声音就是颤抖的，我觉得这飘一直飘，这个气息在这儿的，你一直从头飘到结束啊。比如说，一般演员来讲，他飘头几句啊、3句，他慢慢的适应了，他慢慢的就是进入状态，投入角色。可是我就觉得你从头颤到最后，很可惜，就是说，首先你自己没有把自己进入这个角色。太紧张了，可是呢，王老师对整个的表演身上是非常流畅自如，这一点我觉得，你看扮相也挺漂亮的，挺靓丽的。是，史梦涵，你这套衣服是借的还是自己的？自己的。那但是觉得你的腰带的颜色跟衣服呢是有点不大配，因为蓝色跟粉色搭在这里的话有点突兀。如果换成什么颜色的，老师您觉得比较还是那个就是玫红的红色的云肩跟配都是，哪怕那个黄色啊这些的话，都比你这个现在这个蓝色那个要好得多。像是自己的衣服的话，以后去配一个另外颜色的那个腰带，会整体形象会更协调。谢谢陈老师给的意见。好，那么接下来就看一下6位导师的亮灯情况。3、2、1，请选择。谢谢6位老师。没有亮灯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在舞台上已经展示了自己，好不好？接下来在学校的剧社继续带动自己身边的小伙伴一起唱越剧，好吗？好，把掌声也送给他，继续加油。我对今天自己的表现并不是十分满意，因为觉得自己太紧张了。我希望下次自己能够不紧张的来参加比赛，获得自己满意的成绩。大家好，我叫周彩虹，来自江苏张家港。我今天表演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梁山伯，演唱的是英台输出心头话。我特喜欢梁山伯与祝英台，而且特喜欢梁山伯这个角色。他是一个单纯憨厚，而且对爱情是非常一个专一的一个人。最喜欢的导师是吴老师。我现在非常有信心，一定要加入花帅的团队。
狂风吹着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评委好，我叫周彩虹，来自江苏张家港，我在平安保险13年了，有13年了。是的。那你在越剧这条路上多少年了？在越剧这条路上有31年了。哎呦，还是在越剧的路上坚持的久。是的。来，我们听听6位老师对刚才他演唱的点评。哎，周彩虹，就是你的嗓音条件，演唱这一方面，我不看你表演，还是味道蛮浓的。谢谢。看你的表演的话，有点扰乱我的视线。就是下次去学的时候，或者说既然那么爱越剧，可以找一个专业方面的老师去辅导一下，形体动作再简化一些。不要那么繁琐，规整一下哈。嗓子条件那么好，那么在唱的方面，无限无海无海，然后欢喜不是喜不能读尖音，欢喜欢喜这2个字啊。其他都还可以，就是希望你形体方面再跟那个做保险那样再精准一些，好吧？好，谢谢吴老师。周彩虹，你对你自己今天的表现满意吗？不满意。你觉得你的问题在哪儿呢？我的问题主要就是表演方面。看来他自己还是很清楚自己的短板的。对对。那就回去了之后，就像吴老师说的那样，好好再精准的练一练，或者找一个老师再帮你调一调，好不好？好的。他对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蛮欣赏的，就是说虽然你身上没有得到一些专业老师的培训，那么你今天在台上你发挥出来，我觉得你挺自信的，因为你的嗓子条件真的不错，音域很宽广，台上还是没有看出你紧张。享受这个舞台还是很关键的。他没压力。对，没压力。对。就是说，如果老师给他整过以后，他会想，哎呀，这个动作没到位，哎呀，我这个动作忘了，就反而有更多压力，是吧？对。我说彩虹，今天你的发挥其实真的不错的，没有老师教过，完全是靠自己这样模仿着来，是吧？特别你的嗓子特别不错，唱的也非常到位。我在你的简历里面看了，就是说你不但能唱范派，还会唱其他流派，对吗？是的，因为我有2个阿姨，她们是就是要我，就是她喜欢钱建姑嘛，我唱那个陆锦花老师的，就是钱建姑里面的一段，然后能不能唱2句让我们听？我知道国如终于
过如情，随了又是马路人，早知曾经不是字，会不该背井离乡来投亲。非常好。我觉得这跟你的职业有关系。你是做保险的，经常会在一些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去打交道。是的。你必须要有这种素质具备。因为我的客户里面，在我的影响下面，他们都非常喜欢越剧。我也是用我的爱好去影响他们，然后再成为我的朋友，然后再成为我的客户。是的，特别好的交流方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6位老师给你的亮灯情况好不好？放松一下，你们都说他很放松，看不出来他有紧张，但是我跟他距离很近，他的手一直在抖。来，深吸一口气，掌声鼓励他一下。我们来看一下6位导师的亮灯情况。3秒钟的时间，来，3、2、1，请选择。谢谢6位导师，谢谢。把掌声送给这位大姐，谢谢，祝福你，谢谢，继续努力，谢谢。想的话肯定是想进的，但是如果说比赛的话，他肯定有那个叫什么，有结果的，是吧？有输有赢。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没进团队，说明我们的水平还不够。你唱完我这个头也大概歪。平时期待他做头牌的，是。结果呢，今天表现临场发挥有一点点失常。不会的，我以后不会的。我帮他说一句话啦。路见不平一声吼。我不忽悠你，我很实在，你看着办。来到这里，我就必须要帮助热爱越剧的他们实现梦想。我选的队员必须能让我眼前一亮。又要上场了，挑战马上开始。一切都是未知的。我已经准备好打一场漂亮的硬仗。我来了，你准备好了吗？截至目前，王志平战队共收获5名队员，吴凤花战队共收获4名队员，黄慧战队共收获5名队员，萧雅战队共收获2名队员，陈飞战队共收获2名队员，谢群英战队共收获1名队员。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各个战队将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拭目以待。擂鼓开鸣等观战，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和绍兴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的《一鸣惊人》越剧名家名票组团战的现场，我是张宇，欢迎大家。我们的组团战呢，到现在已经进入到第7期的比赛了，而我们的6位导师呢，都非常顺利的在进行着自己的挑选。而唯独谢群英老师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呢，相对看起来比较的淡定和沉稳。我们都说笑到最后的才是笑得最好的。我们在想，是不是谢群英老师此时此刻有自己的杀手锏？我们也希望今天6位导师都能够挑选到自己如意的学员。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1位选手登场。我叫妙敏敏，来自浙江舟山。我从小就喜欢越剧。有事没事，高兴的时候唱，不高兴的时候也唱，洗澡的时候唱，洗衣服的时候也唱，反正唱起来就停不下来。我不知道我现在的状态能不能过导师的关，但是我希望萧亚老师能为我亮灯，我一定会以我最佳的状态迎接比赛，尽力了就没有遗憾，加油！细无情儿，思
你听仔细，她是个眉清目秀、聪明灵儿，喜上皇宫好子弟，父母总爱是珍宝，青瓷鸟配做表金，鸟背上数文字是故事，千载万世永不移。正方十字多欢乐，谁知平地风不起，爱大背离走不赢，他们一家我走过分离，多亏是娘忠心举王子，他从宝剑之下逃出崖去。光阴易碎，用一股已经过去已经。王子长成到17岁，深海飘航才抗敌，无意之中一公子。公子的芳名叫好一力，还是跟大家先介绍一下自己。我叫廖敏敏，来自浙江舟山，是一名高中数学教师。高中的那个数学老师不得了哎，很厉害的，对呀、是不是责任很重啊，人家都参加高考的那个还有一个，我今天看你唱整个一段，你唱完我这个头也大概歪，我都僵掉了这个脖子。有点紧张。他你从头到尾就这么一个字，就最后这个动作换了一个话筒，手朝这里指了一下，整个都是这样，这里僵住的，这是职业病，知道吧？这数学老师一般写板书的时候都这样写啊，写时间长了之后，慢慢就落下这个毛病了。哎呀，我结束了，我这个头也难受。没有啊，到最后那个动作他还是非常柔的，他毅力，这最后那个动作还很棒的。我就说最后才换了这个。我估计你就是没有采唱过的经历。是的，是吧？是的。对于你来说，真的是从声音的临摹程度来说不错，真的有时候萧亚姐的几个唱段味道还是蛮浓的。对。但是如果说就是我们看整体来说，你给我们了压力，因为我很想上来，咱们动一会儿。真的，你无需这么拘谨。对。数学老师太理性了，你完全也在随意的，也许对你唱更好一些，对你的气息，而且
且眼神哦，你顾着右边的，你不看绝对不然有管你左边的，有一下是往左边，不管了，你永远就看着都算着呢。平时上课是不是总看右边？完全可以放松，还是有点紧张的。这个，因为我看到你还是很怕的，为什么？你是数学老师，我有心理障碍啊！我一看到数学老师就怕。我记得初中的那个数学老师戴着眼镜，我到现在想起来我就都怕。那你今天表现总的来说不错的。你今天是让我感觉到，也让我看到了，你把这个影派一个经典的剧目，这个在唱法上，在呈现上，以字行腔，这个字重腔轻，内紧外松，这个感觉，这个韵律的一种特色，你呈现出来了，也呈现给大家了。不要站得那么直啊！再哼2句试试看。但是呢，对，放松状态下。一说再来2句又要回来了。对啊，是的，别紧张，玩着唱，紧张，放松一点。我觉得今天有一点你太大胆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很多的版本的《沙漠王子》的伴奏带，那个节奏都很容易掐进去的。你偏偏选中了老师这本没有节奏的，没有主旋律的，就是没有主旋律的，好难唱，好难唱。是交响乐，完全是揉在和声里的，这个是对一个专业选手来讲也是非常难的。我佩服你，勇气可嘉。这么多老师都给了你鼓励，你是不是心里特别踏实了？你看，这个身体也舒展了很多了，是吧？除了这个丁字步依然还是岿然不动。下次可以再放松一点啊，从这个头到脚一直都放松下来，好不好？不过人家是以不变应万变啊，也是一种态度。好吧，那么接下来就用不变的丁字步，一起来关注一下6位导师最终的投票结果，好不好？来，3秒钟的时间，3、2、1，请选择。谢谢6位导师。这个选手还是不错的，我想把他留在我的待定名额里。我们期待着能有更多的机会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来，也施展一下你自己全方面的，让我们看到一个更不一样的你，好吗？好的，好，继续努力，掌声送给我们这位数学老师，谢谢您。我觉得我自己水平也就只发挥了70%吧。我是来自上海的选手，我叫孙乐燕。我从初中开始就是自己跟着磁带，自学的越剧，然后大概从2010年左右，去参加了一些戏迷的社团，那边有专门的专业老师教学。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就等着今晚上台一战。
不曾高啊，把风雨弄，他恰是儿女的在小堂中，他是一穷恨地穷，独自为搅乱世梦三次用，他穷迷中一痛，分明是把老兵过西东，混乱一冲，混当夜只因情故，私心同情，因才多言中。跟老师做一下自我介绍。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上海的选手，我叫孙乐燕。正式开始学表演是近5年里边的事。近5年之内的事情是不是？嗯，你家里人都喜欢越剧吗？我老公没受我熏陶，但是我女儿受了我熏陶，她现在也很喜欢。你女儿怎么受你熏陶？因为她小的时候不太肯睡觉，然后为了哄她睡觉呢，我就哼越剧给她听。本来想是起到一个让他快快入眠的效果，没想到他听着他就居然自己会唱了，就越哼越精神了，是不是？然后现在我一唱戏，他就要跟着听跟着唱。今天爱人或者是女儿有来到现场吗？女儿陪我来的这次。女儿陪你来的是不是？哎，那能不能让你女儿来给你拉拉票，好不好？哦，来，小乖乖快跑上来！哎呀，哎呦呦呦！又是一个小月。不好意思了，来跟老师们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老师好，我叫何思佳。今年6岁了，是不是？妈妈唱的好不好听？好听。那你要不要也唱上2小句，帮妈妈拉拉票？行，好。这是什么动作？一起表演《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啊，跟妈妈一起是不是？好，来，我帮你拿麦克，你来跟妈妈一起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青云刚测试。直到他府内草莽人情味，恰鸟来呱呱亲戚飞索来。眼睛又是花草水，运动好比风不绿。没有教过他，他就是听了点就自己在那唱的，是不是？哎呦，太可爱了！刚才唱王派，我感觉好像比原派好听嘛，声音的感觉松弛，比刚才你唱原派。现在是那个是在宝宝的面前是最放松的状态，现在是放松了，刚才是紧张，有可能。各位老师，希望你们选我妈妈。哎呦，嘴好甜呐！那我们就一起看看老师的结果好不好？来，3秒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6位导师最后的选择。3、2、1，请选择。谢谢。妈妈今天在这现场，她给老师的信息不够，知道吧？老师不知道她还有什么样的实力。刚才呢，你也没有抓住很多的机会，你不如你女儿主动，你女儿很厉害，上来我会什么就怎么，表现是第一的。这么多老师坐在这儿，你有机会你没抓住，但是呢，我还是想给你保留一个机会比较好一些，是不是？啊，谢谢老师，谢谢侯老师。好，那一把掌声送给他好不好？我们也期待着有机会的话还能再回来。刚才那个老师给了个机会待定，这样的话，还有机会努力。我叫黄飞英，来自浙江慈溪。我最喜欢的导师是
吴凤花老师和陈飞老师。不论今天的结果怎么样，我能上央视，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一鸣惊人，看我的！亲妈妈，做家长上放映灯。一边这样，一边写，同唱京味，成连理。一月梅二月娇，三八桥边茶水烧，应得白素记不牢，何看一场记性好。富裕富贵队伍，几点却自中自保。300个钟手脚盆，先靠应对把手脚。7月7，8月8，明月千里早返家。长溪莫诉光绪，300应得看月老。过了9月10月，艳阳天里兴致高，世俗无尽也得好事，都功名探望了。11、12天换了色，先出江盖山腰，才要仔细算上去。来年春天再逍遥，3年同唱今生唱，小别重逢才今朝。春风得意，下山来，2、3把要去做迎。来，首先还是跟老师做一下自我介绍。各位评委老师、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黄飞英，来自浙江慈溪，唱粤剧应该是10多年了，学表演3年。那粤剧已经占据了你的这个平时生活的全部了吗？还是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爱好呢？哦，应该是一半。
另外一半我是爱好养花。爱好养花，对，哎，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平时都养什么花？平时我喜欢养各种各样的花，还有嘛各种植物。哦哟，热带的植物，热带的植物不好养啊，我觉得经常就会养死了，或者水一会儿大了一会儿小了，它能不能开花？就像小孩一样的要呵护它。那个每次我就从花市场买来，每天都会看到它跟人一样。你如果精心的去呵护它，它会开得很艳丽。刚才他说这个花就跟人一样，那我也想给你出一个难题。台上6位老师，好的。如果让你用花来形容，每个人都不能重样，你能说出6种花吗？而且一定要精准啊，不是说随便说的。那我就比喻一下吧啊，那个侯老师呢，雍容华贵，那是什么花？牡丹。对，牡丹花。哎呦，给侯老师高兴的。陈飞老师，我形容她出淤泥而不染。莲花。对，莲花。哎呦，漂亮，气质。谢群英老师，漂亮，性格开朗，像太阳花。每天都是笑容满面，而且我家里的太阳花真的是开的各种各样的颜色，真是太漂亮了。只要太阳一升起，充满正能量。哎呀，正能量。好，每天都能听到谢群英老师的朗朗笑声。那无凤花呢？我们的花帅难找了。梅花。梅花。对，为什么是梅花？我觉得真的是很佩服吴老师，他真的呢为了艺术哦，在舞台上把自己，女人都是爱美的对吧？把自己那么过敏的脸，就是经严寒，还是亭亭玉立在寒风中，像不像梅花？梅花笑起福还来。萧雅老师呢？玉兰花。不是。茉莉花，清香淡雅，对不对？谢谢，像不像啊？谢谢你。王老师，蝴蝶兰，很美丽的一只蝴蝶，好多粉丝都围着它，但是飞舞在花丛中，真的太美。黄慧老师，郁金香。我陶醉了，谢谢。你的比喻不知道怎么样？有掌声就证明你的比喻是成功的。那么接下来我考完你了，看看老师对你的演唱是怎么样的点评，好不好？我们也来听一听。好的，好的。黄飞英啊，真的是又看到一个老演员了，真的是好多年之前。我就比赛就看到他演唱，确实像他自己说的那样，那个时候是不会表演的，对，真的是不会表演。那现在你说你学了3年，能到这个表演程度，真的也是不得了了，真的是不简单。谢谢，还有你这身衣服，我觉得你是花了好大的代价去做的吧？对，为了一鸣惊人上展示一下。特地从这版是定做的，跟毛毛姐那个一模一样，哇，真的是佩服，真的是谢谢。今天呢，你在演绎这个回18的时候，我是感觉到，你如果没有一定的舞台经验呢，你今天站在这儿没这么溜啊，身上是非常非常的流畅，而且真的有几分神似我的师姐莫维塔。谢谢夸奖，谢谢。好话都给他们说完了，那您呢？要说更好的话。我就是看到你明显的进步，非常可喜。好多年前我比赛就碰到吴老师和谢老师，经过你们的点播以后，我回家明显看到进步，一直在练唱。有心人都记下了。还有以前觉得遗憾哈，唱嘛味道蛮好的，就只是觉得好像手脚不会动哦。对。那么现在手脚非常灵活。明显看到你进步了。那么接下来你的改变又能否打动我们的6位老师？我们就要通过亮灯来一起看一下了，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6位导师最后的选择情况。3、2、1，请选择。
谢谢。别走啊，黄飞英，你都把我说成牡丹了，真的。因为呢，我觉得老师们，你们应该为他两个。王老师，我们叫做留有余地，反正在你这里很安全。哎，我告诉你，待会儿我下去就跟导演说，我说得了。这6位导师之外，再加我一个导师，我也可以上台。然后我这样说怎么演，这样子的。第7个导师出现了。我觉得冯老师你都可以不用管他们了，你可以自己收编一个队伍了。对，可以收编。哎呀，我真的，我算了算，哎呦那么多好小生哦，我真的可以那个了。还有那个，哎，花旦我也有的，还是到我们的来待定。谢谢侯老师。也继续努力，好不好？期待着你再次回来。好的，谢谢，把奖金送给他，谢谢。反正我就上这个央视的舞台，我已经满足了。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慈溪的赵红春，选唱段啦，别唱词啦，比较紧张，所以蛮担心舞台上的表现。不管之前的准备有多仓促，我会尽量表现自己，加油！莫归因53岁一层层，不知为换王城转表情，宋王爷传下旨，上教场比舞台帅印。我的儿3斤才得正，我的小女儿她的金发高，金色金剑落在身，那王人一亲戚不分，他要与我儿能过家身。23啊，并良辰，他是一道劈死小王人，宋王爷才教场把我儿来问，我的儿满红脖子，口吐真经。他说道：杨凌公本是他先生，他是忠宝的儿子，延昭的神。他与国争琢磨说太君，莫归因我本是儿的娘亲。莫归因我这3岁不母老，不平时辰不为因。京城把他掌紧，本帅领7层
随伴去到两军城，面子元帅而行，你代表四洞亲兄弟，听儿军令杀责成，叫你转你就转，不叫你转你去不理。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慈溪的赵红春。你今天自己觉得在台上表现怎么样？还是紧张，听得出来，声音还是有点那个，把那个穆桂英的气势没有拿出来。你上来的话，因为你紧张，你就把自己那个，把自己就那个收的那种感觉放出来，你肯定会更好。我觉得，哎，别接了。前面几段唱哈，其他字、其他的腔，真的非常细腻，非常佩服你。真的是因为有一大段的真的是音准非常准，就是有几个字哦，的衰音的，你这个字没咬准，然后箭在箭射，射箭在箭箭落在这个射，然后V13个，你是刚刚是不是啊？V13个，你看你刚是 V13，不要唱黑，唱 V，你唱 V13黑，你唱 V13个，对，唱和，是的，建设金钱，建设金钱的建，建设金钱，你唱个钱，你唱个钱，你是剑，你把它念成了建设金钱是这样唱，剑。宝剑的剑，我发现你那个说话的声音跟唱的声音还真是不一样。他唱的发声位置很高，说话就很低，还蛮科学的。哎，是的，很他的简历里面还写着复拍，你哼几句复拍吧。黑人也降下了狗文的令啊，不忘我归隐七长生，盼望夜你与我把路引，边境人作马负心神。音准特别好，是的确是发声位置特别不一样音准特别好。赵红春啊，志玲姐在那里，你不唱几句王牌？要为我拉票了，领我几句吧，唱几句阵阵细语吧。阵阵细语，阵阵风。曾相思夜里思细语，叹息是清风。音乐上的天赋很高。好，谢谢。那你会不会采唱？采唱应该稍微弱一点，曾经有唱过那个《展鹅》。亲爱的，你知道吗？你要参加组团赛，明白吗？你要让很多的老师现在对你的嗓子是很有把握了，但是对你的驾驭能力，你有没有跟别人合作过？有没有演出经验？有没有那个就是配合的那种经验？你这些东西都是能够决定你进不进入团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明白吗？明白了。看看6位导师的亮灯情况吧。好的。来吧，我们3秒钟的时间，看一下6位导师最后的选择。3、2、1，请选择。侯老师，您的操心多余了。您看，真让导师心里明镜了。厉害，看看老师怎么说，看上你哪一点了？来，听一听吴老师。因为有这样一个先天条件哈，就是戏曲唱是首位，这个非常难得，也非常可贵。至于说他采办的有没有经历，在团队里面，可以重新谋划、重新构思，我真的是由衷的赞赏。赵红春就是在台上感觉，虽然说他因为今天这个场合他没有采唱，就表明他肯定是表演上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我想到我的团队来，一定会让你更精彩，因为美国作家海明威说过，真正的高贵是优于过去的自己。我想通过我的静心的辅导，你的努力，我们一定会优于你过去的自己，甚至是一个蜕变。我有信心。谢谢陈飞老师，谢谢陈飞老师。我不忽悠你，我很实在，你看着办。怎么办呢？到底是该选吴老师，还是陈飞老师呢？我感谢吴凤花老师的喜爱，我选择陈飞老师。恭喜陈飞老师！加油加油加油！我们千言万语就是加油。陈飞老师可以选我，我心里很高兴。然后我想接下来还有硬仗要打。你看，他们就是我的孩子们，开玩笑的，他们是我梨园社的孩子们。九妹与你可相像。我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同时也是我们学校梨园社的戏曲老师。后面孩子们，预备，起，1、2、3、4。因为梨园社只有我一个戏曲老师，所以呢，我又唱小生，又唱小旦。来参加一鸣惊人，我和我的学生们是以团队的形式来表演。那么，无论从剧目的选择，还是音乐的剪辑，还是服装和道具，我都是亲力亲为。我希望能在这次一鸣惊人的舞台上，给导师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能够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孩子们，我们一起加油！兄，你家中可有期望配？嫂子与兄离婚配，今日相问为何泪？要是你良
兄情未定，小弟替你来做大媒，爷的替我来做媒，等妹子千金是哪一位？今日我家小姐妹，妹子你两兄可惜。九妹与你可相像？她平毛菊香我应得。日子都是夜的来两兄你活较早，来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好，各位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金丽燕，是温州市广长路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这助演，这个是我的那个教了6年的孩子，我是他班主任。其他的孩子都是我社团的孩子。社团是学校社团吗？对，我办了一个校级社团，是教粤剧。对对，粤剧以粤剧为主，也有黄梅戏。这档节目是你自己自编自导自演？这一台是全部是我自己编，包括音乐的剪辑都是我自己弄的，真不容易啊！我觉得这样子，我自从学了这个粤剧以后，我就学会了视频剪辑、音频剪辑，还有各种各样的。你这么多的服装是怎么做的？是你自己自办的，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经费？都是自己置办的。哇，那真的是非常厉害。这次帽子是刚做的，原来做的是内帽。真的很佩服，很佩服，真的很佩服。我也发觉了一个细节，就是因为学生都比较个子还比较小嘛，短的就是里面衣服的话全都那个叠起来的，都是金老师亲自动手改的吧？对，它比如说它下面的这种太长了，有时候要把它缝一下。要踩住啊！等它长大了，所以我的行李箱里面针线都在的。哦，厉害厉害！谢谢你，谢谢你。是，真的不得了。金老师刚刚那个演绎的《十八相送》，你这个版本是一个独特的一个版本，应该是凝聚了你一份对粤剧的爱的这一个爱的版本，真的非常了不起。我觉得你的表演和演唱还是蛮自如的，可能是因为课堂上教的太多，还是蛮溜的，还是非常溜的。我也希望你将来在舞台上的呈现越来越佳。谢谢吴老师，谢谢吴红华老师，萧雅老师。我想说的是一个追梦的语文老师，金老师，你们今天的表演非常的顺，非常的流畅。其实我很想听你唱一段尹派，你尹派会什么段子？桑园坊起，我来一下，好吧？好的，来看，来看。鹿女大吉得迎新，九里桑园访来迎，迎过沙里桃花渡，走过老里杏花村。好，谢谢萧雅老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6位老师最终的选择结果了。3秒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6位导师最终的量能情况。3、2、1，请选择。谢谢萧雅老师。我觉得萧雅老师的今天这个选择是明智的，真的。你要知道，这个团队呀，
一定要有这种人才，他会帮你的，知道吗？他又会剪辑，他又会去找那个，包括排练，你就有助手了。非常明智，给你点赞。一才多用，夏雅老师。好，那我们把掌声送给夏雅老师，也恭喜金老师，谢谢夏雅老师握手，谢谢。好开心，你们没有人跟我在抢了，太好了，太好了。好，恭喜夏雅老师。说实在的，我也没想到自己能够晋级，现在下了台，心里的一口气就松了。金老师，加油！大家好，我是温州的选手，我叫周春。今天我给大家表演的选段是《碧玉簪归宁》。一鸣惊人，我来了，我相信我是最棒的。母亲。女儿是娘亲生嘞，娘亲玉长玉多。总好商量，女儿撒运是做错，娘你肯来原谅，女儿嫁到王家子那不随后真必得当上母亲，生娘。我父亲虽算也恩真必得亲娘，你能知
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观众朋友好，我是来自温州的选手周春。周春啊，你为什么你今天这个嗓子怎么会这么沙哑的呢？怎么会？可能也是太紧张了，感觉你说话的声音都比你唱的声音要好。不是，刚才时间来不及了，慌里慌张，这个头哈这些搞得好像太紧了，太仓促了。情绪啊这些都蛮到位的，但是你作为唱京派，你这个声音感觉好像不是很通透。你现在要不放松的，能不能再一下嘛？对呀，心定一下，放松一下，再唱2句，看随便盘符啊，随便碧玉簪，随便你自己唱。那我就唱几句那个王派可以吗？他要听京派，不听爱好。哦，好的，那我就唱京派啊。怪我生你好比天上云，我为妻可比是月亮比我心。听这段唱的时候，我一直就跟谢老师在说，其实你有时候的润腔的话，我感觉好像有点像气派的那个味道。哎，真的这样，这个陈飞，那气派是那个花帅把他吓着的，本来声音不是这样子的。那没有啊，那前面没有吓你吧？哦，没有没有，前面不会的，不会的，那么小吧？在唱的时候，而且吸气的声音特别大，你有点顿音的那个用的太用的很多。可能平时我唱的哭腔可能太多了，老师喜欢用这样的。对对，这个你谢老师再好好的向他讨教讨教。应该有的，这一段本身就是有哭腔的，但是你就感觉好像不在这个状态当中。你是着急的。我知道，着急了是吧？是，可能是会不会累了什么了？这个嗓子有点问题了。一个着急，一个强装，一个累的，所以你今天，哎呀，这也没办法，赶紧放松，已经过去了，不要那么紧张，已经比赛过去了，很可惜呀。好，那看来老师也都一直在安慰你的状态啊，可以调整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老师的亮灯情况了。亮灯之前，再给自己拉拉票好不好？我很想在这么大漂亮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真的我很需要谢老师的指点，谢谢。好，单刀直入。你喜欢京派多长时间了？大概有5、6年了。你一直在唱京派对吧？对的。我帮他说一句话啦。所以我就谢老师你也等着他了，对吧？以前我听过他的嗓音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也觉得奇怪了，今天这个嗓子怎么会这样？一下子紧张了，把他这个嗓子给紧张回去了。不是，看到你太紧张了呀。不会的，我以后不会的。跟你表决心呢。而且那天我们看他走台的时候也比今天好。对呀，对吧？走台的时候也比今天好。本来那个群是期待他做头牌的，是。结果呢，今天表现临场发挥有一点点失常。他说他下次不会的。哦，是这样的。那我们要不要给人家机会嘛？对，要不要考虑给个机会？要考虑一下，给他个机会吧。我帮他头牌排不上，2排也行。你的菜，我们给谢老师一点考虑的时间啊。不用考虑，来吧。好，来，3、2、1，请选择。谢老师果然是给了一次机会，恭喜谢群英老师。现在马上要笑起来了。你唱的比赵子康都好。去谢老师这儿是去对了，去护你。她是我心中的女神，你知道吗？真的。你得的奖和我一样。大家听他忽悠，吴老师啊，遗憾呐。这么全才的人，我不要他，我要谁？谢谢老师。你是在他右手，我一定要把你留下来。你机会来了。
来到这里，我就必须要帮助他们实现梦想。我选的队员必须能让我眼前一亮。又要上场了，挑战马上开始。一切都是未知的，我已经准备好打一场漂亮的硬仗。我来了，你准备好了吗？截至目前，王志平战队共收获5名队员，吴凤花战队共收获4名队员，黄慧战队共收获5名队员，萧雅战队共收获3名队员，陈飞战队共收获3名队员，谢群英战队共收获2名队员。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各个战队将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拭目以待。擂鼓开鸣等观战，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和绍兴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的《一鸣惊人》粤剧名家名票组团战的现场，我是张宇，欢迎大家！名家名票组团战呢，进入到第8期了，可以说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席位了。今天我们也希望我们6位导师都真的能够找到自己真正喜爱的学员。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比赛吧。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省贵阳市的一名学生，我叫吴宣义。我学粤剧有2年了，我平常不听流行歌曲，我只听粤剧，一般的戏曲我都很爱听的。我参加这次比赛，我得到通知的时候是5月份嘛，然后我即将面临的就是中考，我花了还是很多的时间来排练，所以说对我中考的成绩也有一定的影响。一鸣惊人，我是最棒的，希望大家给我加油。弄个我出啥？哎呦，个真正气死我！我快弄个忙头比见雨小，怎能头戴无数帽？我快弄足见地雷遇见高，怎能身穿道袍？我快弄如是家官细雨小，倒须真相装套。姑娘言重了，送啊送的完在后头呢，弄个名利早自定，穷举更那能家后更。姑娘我一眼举宽正，侬是今生今世难翻身。侬放轻日与高官主，是非是龙康好草多传神。侬放轻日与高官主，少走兵力为出动啊身。侬放轻日与高官主，落于黄河三人兵。侬放轻日与高官主，王权之国遍吉林。侬放轻日与高官主，是非是遇了东山日牺牲。那满朝文武史官今皇帝缺少保家城，东铁王帮西夏诏，一心要密农宝贝放去。多城姑娘好叫寻小战士，马子不忘记在心告辞。慢，哈里去呀？喂，讲，我啦，快在侬2个份上，不能让动，为不得家乡，见不得亲娘。侬家里有点零碎个外孙银子，侬拿得起，可不能去而复返。哼，小这件事也没求情，却不受你臣服官文银子，当真一言既出，驷马来者。从今后我与官这道襄阳来，无关不进臣服门。好，从今后侬是无关襄阳来，莫怪姑娘不留心。现在人们争先家，后家进门端家境。姑娘，小这日后要是有了功名呢？哦，
侬还相与之共鸣啊，敢侬听懂？侬若是对队伍说身穿蟒袍，要鸡鸟大走登高须，摇摇摆摆摆摆摇摇对天行万车王城，明路下到上华门，姑娘我蛤蟆土面跪在地，三姑一杯酒放情。姑娘此言，日后可不要后悔呀！堂堂御史夫人，那与反悔是理。好，告辞。哎呦，这个我操啥？哎呦！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省的吴宣义，我今年15岁。那你觉得今天表现的怎么样？我觉得今天在这里站在这个大舞台上，看见那么多老师，我就已经知足了。那你爸爸妈妈支持你吗？学这越剧？不太支持吧？为什么？因为我当时接到通知的时候，我刚刚面临中考，所以说学习也很紧张的，练这个也很仓促，所以不太支持。不是特别支持，是不是？问问几位老师，看看你今天的表现怎么样？在你这个年龄，尤其是在你那个贵阳这个地方，而且你又是个小男生，还是先以学习为主，业余有多余的时间，你再来玩你的爱好，作为一个兴趣爱好。对对对，你们那个边有人给你排过吗？这个？有老师教过。哦，我还以为你完全自学的，但是你这边，贵州这边学这个越剧咬字方面确实是有点困难。在演这个越剧的同时，因为肯定是会有一点影响你的学习啊，你后悔吗？我觉得我能在贵阳找到这个团队吧，然后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一点都不后悔。你找到组织了。小吴，其实我觉得，唱越剧相反，在你紧张的学习当中，我倒是觉得是减压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你觉得呢？是的，是的。其实只要合理的分配好时间，是的，劳逸结合，是可以把你的兴趣继续培养下去的。这段唱的话有很多都是清版，所以更要求演员把这段唱词能够牙清口白的能够唱清楚。你演的这个角色特别要吐字，特别要清楚，不清楚的话，你从头唱到尾，人家不知道你在唱什么东西。吴宣义，你好。在我来之前，在我的微博上有贵阳的朋友给我留言，说黄老师不知道你参不参加一鸣惊人的活动。我说现在还不知道。他说假如你参加的话，为我们贵阳的那个选手点评一下，指点一下。他说贵阳因为是越剧的沙漠地带，所以说他们能坚持下来不容易。今天你们表现的也非常不错，还有你的配演也非常不错，演出了2个人物的人物个性，而且我现在也鼓励你，就是说你的咬字虽然是有问题，但是刚才你唱的那一段唱，我全能听明白。谢谢。坚持。好，那么最后呢，我们6位老师就要为你亮灯了。亮灯之前，给自己拉拉票好不好？15岁的小伙子，精神精神。我觉得这个越剧是我的一个梦想，我也是来追梦，来圆梦吧。今天站在这里，看见6位导师坐在我的面前，我已经很知足了。看见你们得到了你们的签名，得到了你们的点评，我已经心里面已经很满足了。谢谢你们。很谦虚。那么最后我们就看看6位老师给你的结果好不好？来，3秒钟的时间看一下6位导师最终的亮灯情况。3、2、1，请选择。谢谢。6位老师没能为你亮灯，但是我们听一听侯老师有什么话要跟你说，好不好？我觉得你刚才非常勇敢，你刚才演的时候啊，那种放松，那种没有期盼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好。这个结果呢，我觉得真的不重要。我想所有的导师没有放弃你，大家都在鼓励你。那么你呢，也借这个机会向你父亲母亲，向所有的人证明一下，
我喜欢，我做了，而且我也冲到了一鸣惊人，这就是成功了。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所以说继续坚持你的梦想，一直走下去，好不好？好，我们期待着下次你再回来，好吗？好的，好的，加油！把掌声送给他，谢谢。我来之前想着就是说来学习一下，可以听到6位导师的评论，我就很满足了。我是来自浙江金华的蒋志强，我从事个体自由职业者。我喜欢吴凤华老师，我希望吴凤华老师能给我亮灯吧。我也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给他表现好、展示好。现在的状态非常紧张，也非常焦虑，希望自己能够发挥到正常的水平。加油，蒋志强！归心似箭，归路程。满天风雪不难平，看世界怕茫茫，一望无际。切无成语无妙，妙无成也。沿着广大放火箭，风卷云散，我碎了腰。苍天哪！可叹你无功利，帮着那势利姑娘把人欺。总算你挥舞风雪，中国逃我放弃。真奈我结婚叫家。身无依，忙想起保中望雨光庭心，我何不常从腹中情？
了解他，一片真心真知他。故地里我才知殷勤。好，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评委老师好，我是来自浙江金华旁安的蒋志强。我是很久以前就听到你这个名字，今天终于见到你了啊！为什么听到他的名字？好多人就告诉我有一个小生非常不错，而且是个男生。因为唱陆派呀、所以他特别关注。对对对，我敬佩的他的就是他的毯子功。我现在想问你一句，你平时毯子功在哪里练？谁教你？有老师教过。我感觉他的表演是专业水平的表演，眼神啊这些都非常到位。你看他刚才在台上那个台步这一方面，真的蛮有专业的架势，可以真的是不亚于专业，而且你那个较真的劲儿，确实也值得很多刚刚接触专业的年轻演员值得学习。我由衷的佩服，也非常开心的看到你身上明显的进步。谢谢老师。我感觉他的表演是专业水平的表演，眼神啊这些都非常到位。对，身上非常的协调。对，而且你刚才在下板腰的时候，我刚好在跟谢群英老师在说，以后你把那个话筒放到或者腋下或者其他地方，因为你放到后面腰上的话，很容易受伤，这个要注意的。你陆派还会唱其他的吗？庞夫。哦。我来劲了，来劲了！我听进去了。蒋志强，我想问你一下，你一开始学粤剧就学陆派吗？一开始接触的是尹派，但是我好像自己热衷于陆派，所以后来学的陆派。你们别老是小生都到小生那儿去，小生都到小生那儿，没娘子给你配。对，下次那边光棍组，这边是尼姑组，全是娘子，那边全是小生。我被娘子提醒了一句，我好纠结呀，真的是。小溪，对，蒋志强，真的，你这个选手啊太全面了，反正我是不敢要他。他心看着办啊。他心无自那个，哎，一说我要配一个好娘子，我到哪里去找？因为你范派提啊没提嘛。有人有意见了，因为你提都没提嘛。所有粤剧里，我最喜欢的是吴老师的范派。哎呀，让我表明看过吧，蒋志强。我看来蒋志强特别聪明哈，可能他其他流派也会唱一点。那么你唱几句范派给我们听听，好难得。不要有压力，没关系。没有，看来他是不熟。要熟的话，随口就来，他还要想一想唱什么，那肯定是陆派，顺手就来的陆派是吧？我学唱几句。今夜春风送春来，月是娇温花是在。可以了，谢谢。真辛苦，我怎么抢不过你们呀？我只想赞你几句啊，来一个总结。我觉得你是我看到的这么多的选手当中，你是最专业的，让我感觉你唱得好，你演得好，你扮得好，所以说今天表演得非常出色，真的，我要再次向你表示祝贺。谢谢小雅老师。谢谢小雅老师。来，我们看看3秒钟之后6位导师又是否如刚才说的这般热闹呢？3、2、1，请选择。最帅啦！我先要解释一下哈，我很纠结，我很难受。然后刚才谢娘子也提醒了我，这么优秀的小生，你配哪一个娘子？我在想，真的是不能委屈了你，蒋志强。真的是，但是我们何璐老师今天在这边啊，你不是说没有机会，你还是有机会的。
啊，机会大大的呀，大大的，亮灯已经亮了。哦，对的对的，我们哎呀，我都激动的糊里糊涂了，真的是。亮灯啊！说白了，你还解白了人家，纠结。我这里特别需要你。哎呀，对了对了，真心赞赏你，你不要有压力。一个头牌娘子都已经给你配好了。哟，这个诱惑有点。他这里有头牌娘子，到群英那边去，你就是头牌，找你对吧最佳的发挥的团队里面。那肯定是陆派最发挥了，他就头牌。到我这里就盘服陆派，肯定是你发挥的最好的，因为我是真心赞赏你。谢谢吴老师，我喜欢谢老师。啊，这么快，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感觉除了紧张以外，其他的还发挥的算正常吧。希望学后面的选手不要太紧张了，把自己的那个正常的一个水平发挥出来就行。大家好，我叫陈子墨，我来自上海，今年10岁了，开学该上5年级了。我今天表演的是唐伯虎点秋香，其中饰演的是唐伯虎。我觉得准备得很充分，因为在比赛前我已经练了很多遍，我一定能行的。陈子墨，加油！
跟老师们做一个自我介绍，让大家认识认识你。各位导师好，大家好，我叫陈子墨，我来自上海，今年10岁了。你跟我说说你学了多长时间呢？我从4岁开始学的，今年已经学了6年了。那是你爸爸妈妈让你学的，还是你自己喜欢呢？不是的，小时候我外婆带我去看过一场越剧演出，从那时候我就已经喜欢上了越剧，所以我在课余时间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出去玩，我在家里就看中央11套，看戏曲频道。然后就学越剧是吗？对。哎呦，真乖，真懂事。你学了6年了，应该在戏迷当中你资格算是老的一个小老演员了。那么我相信你肯定不只会这么一段，你还会其他段子。跟老师介绍一下，一一报来吧。还有什么会唱的？还会越剧《红楼梦》里面的金玉良缘，宝玉哭灵，还会手心手背都是肉是碧玉簪里面的宝玉月记，然后其他还有等等。这最关键的是这2个字，等等。还有很多，我知道他肯定会很多。是因为我在看陈子墨的介绍，你得的奖和我一样，是吗？从梅花奖到白玉兰奖。哎呦，你是久经沙场的小演员。谢谢老师。那么你刚刚说到范派啊，你唱宝玉夜记给我唱几句听听看。宝玉夜记，因为我是前年唱的，现在忘了，记不起来了。忘了。那个呢？手心手背都是肉，来2句。好的，15度娘，我个心肝宝贝呀，叫上媳妇我给娘，心肝娘，哎呀宝贝娘。204我个随心娘，15度娘侬是我个随背娘，随心随背都是娘，老太婆舍不得那2块娘。谢谢。好。子木，你长大以后最想做的是什么？我长大以后，或许我可以不要做专业演员，但是我可以在业余时间学越剧，继续把越剧传承下去。哎，我就问你了，你干嘛或许不干专业呢？因为读书也很重要，所以我决定在读书的业余时间，我继续学越剧。哦，是这样的，你学习在班里特别好是吧？还算可以，平常前10名总归能排到的。哇！其实我要借他这个例子说一下，很多的家长啊，就把学习放得很重要的位置。其实啊，他们学了戏以后不影响学习的，这就是我们中国戏曲对孩子的一种驯化作用。因为他学戏了以后呢，可能他会得到的是更加规矩一些。一个孩子早点懂规矩，早点知道自己在哪使劲。你要像他这样，说话总是带有一个余地，做事情呢，唱戏也唱的一板一眼，然后一招一式，这些东西对他的人生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从小的熏染。所以我祝你啊，学习好，戏也唱得好，人生也精彩，爸爸妈妈也高兴。因为他们的路子选对了，你真的很棒。谢谢老师。谢谢侯老师。我看刚才我是不是有权利的？你有权利，权力特别大，您知道吗？放心啊，他们不选你的时候你别哭啊。侯老师先给你吃一个定心丸。谢谢老师。那么接下来呢，6位导师是不是也很喜欢你？能不能为你亮灯呢？来，我们3秒钟的时间看一下6位导师对我们这位10岁的小老演员的亮灯情况。3、2、1，请选择。谢谢岳老师。谢谢。说说您亮灯的原因。因为他不仅会唱小生，也会唱老旦，肯定也会唱花旦。对的，我之前反串过《九金姑娘》。对呀，这么全才的人，我不要他，我要谁？成为您的头牌了，是不是？来，请跟谢老师拥抱一下，也恭喜谢老师。今天一位老师为我亮灯是谢群英老师，
加油，加油，再加油，我一定能行的，只要努力。我的名字叫姚青，我来自上海。我今天表演的选段是《蝴蝶梦中的才艺新婚》，学这一段就是为了让王志平老师看的。我当然是特别喜欢王老师能够选中我，但是如果不选中也没有关系，我是来学习的，哪怕就是听到老师的点评也是很棒的。我已经准备好了，一鸣惊人，我来了。青松风，怀古生间边上中，胜利无常常。死别无匆匆，难道是谁着急？真是你，这命运悠悠。难道是天龙地龙道也龙，能将我旁空远空心俱空？问苍天况是这夜，我与谁真人他迷作真人谁归有？先生，你这一去还要10年吗？10年你还会回来吗？向先生忙啊的铺叶下见，马想起水渺渺山松松，连先生抛家杀妻，迷倒有美少年，熬成了病包，总以为天父君莫怨公也不为我来在新灯守10年有踪，所
家介绍一下自己。我叫姚青，我来自上海。你觉得今天自己的状态发挥怎么样？我觉得我面对着王老师，我太紧张了。为什么？你觉得自己怕表现得不够好，是吗？对，因为她是我心中的女神，你知道吗？真的。这个戏有没有因为是我的原创剧目，所以她有点紧张的。对，因为这个我是自己看视频，看着你的动作，我是1个月里面学出来的。这样。有没有演出过呢？没有，从来没有过。第一次。第一次。今天现场表现，我觉得蛮投入的哈。那个身上的各方面的那个唱啊、做啊，还是总体比较协调。当然，你的高音存在的一定的缺陷啊，有点紧张。是的，那一定是。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说说，在你学艺的过程当中，最难忘的是什么事？说起最难忘的一件事，那是98年的时候，一个大夏天，我记得是8月份，家里面，突然一下子一把火，全部都没有了，烧光了嘛，什么都没了。对，那时候因为我可能精神上一下子接受不了嘛，就突然了。对，就整天坐在一个椅子上，不说话，也不吃东西。就这样，人就像呆了吃了一样。那我的母亲，我妈妈就心里很急嘛，就觉得哎呀，我的女儿这样下去，命就没有了，可能会变成痴呆了嘛。因为她知道我特别喜欢粤剧，我妈妈也是急中生智嘛，就拿了一个沃克曼，那个时候小的那种沃克曼，就放了那种磁带嘛，就放了《红楼梦》的磁带，就整天放在我的。就是那个床边嘛，整天的倒来回的倒给我听，母爱的力量。对，然后我也不知道哪根神经突然回来了，就慢慢的开始吃东西啊、喝水啊，开始抱儿子了。所以说，我说我的生命中，我能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是粤剧给了我第2次生命。每个人都有一种信仰嘛，是我这种信仰就是对粤剧的爱。我觉得，哎呀，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太美好了，有这样的一种戏曲，我特别感恩，我特别感恩我们中国的戏曲博大精深，真的。谢谢。在姚青的身上，我在这里，在姚青的身上，充分显示了粤剧的魔力，因为我觉得人都是有所寄托，如果说这样能够让你支撑。坚强的挺过这一关，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强者。那么我们就说爱好管爱好，我还得说说你刚刚那段表演。好的。你演戏很投入，但是就说演员呐，他上台之后以情代声，那么情到深处，他是需要张弛有度的。因为你刚才给我的感觉太投入了，所以说导致你的高音也上不去了。我反而在为你紧张，演员在台上他就是那么苛刻，他既要感染台下的观众，那么在感染观众的同时先感染自己，但是你不能稀里哗啦的，你需要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在你的形体方面，我觉得你完全是自学的，对，学的还有模有样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6位导师的亮灯情况。3秒钟的时间，我们来考虑一下。3、2、1，请选择。好，谢谢6位导师，谢谢老师。小青，我没为你亮灯，不是因为你不出色，因为你的人生，我觉得真的是历经挫折，依然洋溢着这么甜美的笑容。你本身就是一个成功者。谢谢主持人，我想有一个要求，王老师，我能拥抱你一下吗？来吧。我觉得这个要求一点都不为过，我们都把掌声送给姚青。谢谢，再努力啊！再看到你。我现在心情很淡定，遗憾说有一点点，整个过程我很享受，我很感恩。大家好，我叫廖伟，来自江苏南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现代粤剧《红色浪漫》里边的最后一场诀别的选段。
心中的梦想的导师是吴凤花，希望能加入吴凤花老师的团队，期盼她能给我亮灯。一鸣惊人，我来了。要把他的泪浇光，且待明早阳光暖，一朵花迎风上下把头的，那是我为你还过将你葬，他是做你只一半，那是我为你鼓励。与那寒，我盼诸君多努力，陪我细细建家园，陪得那满园春色花烂漫，捷报声中，我心为纷飞，化作尘雨洒我。还有观众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廖伟，来自江苏南京。那我能冒昧问一下，你现在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吗？我现在是从事的剧场管理和演出管理。你这近水楼台呀，可以看到好多这个名家的演唱啊。是的，但是可能因为听的比较少，对于我来说还是目前在一个学习的阶段，继续学习的阶段。我觉得这个选手的唱他已经有一定的修养了。你已经懂得收放了，而且动作蛮有韵律感，很了不起。是，你以前就在声乐上有所那个？之前因为我是学声乐跟舞蹈2个专业，后来就是毕业之后从事一些音乐剧方面的东西。音乐剧方面。对。你一听就是学过声乐的，身上的柔软度非常非常协调。所以我想，刚刚你也说了，学了声乐了，也跳过舞蹈，能不能为我们展示一段？可以吗？可以，我这样吧。先唱一段我先唱一段给大家，就是不紧张，慢慢来。我为什么还在等待？我不知道为何人这样痴情，
明知辉煌，过后是黯淡，仍期待着把一切从头来过。我们既然曾经拥有，我的爱就不会停待。非常好，我觉得你既然有说会舞蹈，来一小段儿。舞蹈会什么？舞蹈是民族舞还是？是芭蕾舞。我不知道6位老师什么感受啊？我在下面，我先说说我的感觉，就是他的背影往那一亮相的时候，哇，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一声哇！来，陈飞老师一直想要说一点。他虽然扮演的是一个黑天鹅哦，但是给人的感觉他就是一个天使，我觉得啊。其实竹间鞋我小时候练功，我也练过，我觉得很痛苦，指甲的话全部都会翻掉的。所以，为他在台上这个表演，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谢谢你，谢谢陈老师。其实当时也是，因为我这个人呢是有时候比较执着或者钻牛角尖，因为那个时候学校说啊，你学音乐的或特别是学声乐的，可能舞蹈就不可能学好。然后我说那我就不信这个邪，我就挑战一下。我觉得自己还算比较用功吧。所以取得了一点点小成绩。我觉得这样的坚持的精神，而且不服输的这种心态吧，我觉得应该给他一点掌声，鼓励他一下，好吗？非常的不容易。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6位老师对刚才我们这位选手越剧演唱的这段发挥是否能够亮起一盏灯。3、2、1。陈飞老师为你亮灯，谢谢陈老师，谢谢。我为妙伟亮这盏灯，今天在这里的先暂时保密，因为是为我后面进入到团队里的我的一个安排，有设计的，对，而且感觉他很符合你的设计，否则我也不会给他亮灯了。好我希望就是说是妙伟进到我的团队来以后，能够如你所愿，也如我所愿。好，我们其实特别期待看到妙伟在陈飞老师团队当中的这个展示。那么最后也是跟陈飞老师去握个手，好不好？也恭喜陈飞老师收获妙伟。没有想到评委老师会选我，即使没有选我，我觉得我也非常，我来这次参加这次活动也非常值。大家好，我叫李红，来自绍兴，我在一家私营企业做财务。如果6位导师都为我亮灯的话，我会选择笑雅老师。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影派，然后也喜欢笑雅老师的唱腔。加油，李红！希望有导师为我亮灯。一弯冷月在船舱，秋风瑟瑟
尘缘不曾散，从来是凭据那是浮生问，笑中飞于胸中翻生生是梦幻安排，是路的我这个老死就是关荒唐。谁会养好素芬看，南京一泪落胸膛，土豆中相对美神，这万岁舅娘啊，为写葬。是我光。让钱英子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我叫李红，来自绍兴，从事的职业是财务管理。哦，财务管理也是一个很精准的一种工作状态。来，咱们听一听评委老师的点评。李红应该是，我想我作为土生土长的绍兴人，我对她并不陌生。今天在台上的演唱，我估计紧张难免，大致的就是整个唱段处理还是蛮细腻的。如果说按照正常像你那样热心于公益事业演出的情况来看，对你今天的发挥，你还是自己不是特别满意，是吧？对了，太紧张了。对，那你应该是很放松的呀。对呀，你的观众很多呀，久经沙场了，应该是。老演员新人的舞台不一样，对吧？那个这么多导师，那我是第一次，一般观众我不会这么紧张。对呀，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说，你平时参加公益演出，那些对象是什么样的？观众群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比如说我也会去敬老院，也会去广场，比如说马蜂病院啊，一些那个弱势人体，很有爱心。对，非常有爱心。你平时演出是彩唱呢，还是就这样清唱比较多？彩唱也有，我演过大戏，舞女拜寿，也做过一些折子戏，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哈。而且李红因为是我们绍兴人，我们大家都对她还是比较熟悉的。然后她对绍兴的那个地方曲艺也唱得非常非常好。不妨在这个平台上你亮一下我们绍兴的地方曲啊，莲花落啊，莺歌班啊这些。那要不我唱莲花落吧？随你选，随你，我们都喜欢听。绍兴心向天下飞，关城我三鸟城边，山下月儿有得欢，山上乌篷笑声甜。
谢谢。我觉得我今天虽然是第一次看李红的整个这个一个演出，我觉得总体还是挺自然，还是挺顺畅的。我觉得从你刚刚那一段当中，我听得出你既能唱尹派，也能唱范派，因为你的音质、你的宽已经告诉了我。我现在呢，就是想有个问题问你：你唱粤剧这么多年了，你感觉到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粤剧它给了我业余生活非常的丰富，还让我怎么说呢？我这个人也非常的有爱心。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帮助别人，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非常喜欢粤剧，也希望能够一直唱下去。大家掌声，给一点掌声。我想到我自己在我民艺院团成立的第一年，02年的6月6号。我同时也成立了在上海的慈善基金会下设立了上海萧雅慈善基金，而我专门用这笔款就是来帮助，其实说是专业也可以，咱们业余也可以，家境贫困但品学兼优，还有一些社会上非常热爱粤剧的，就像类似于现在我们看到你们一样，我希望能够尽我一点自己的微薄力量，也作为我自己来回报社会，回报曾经养育我们、培育我们的老师和我们学校。所以我今天跟你身同感受，真的。谢谢老师，谢谢萧雅老师，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下面我们看看亮灯情况，好吗？来，我们看看3秒钟之后导师的亮灯结果。3、2、1，请选择。谢谢。我觉得我好像还是可以在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绍兴的这位粤剧迷开一下绿灯，因为刚才的时候我觉得被他很打动，我一定要把你留下来，你可以参加待定的。谢谢侯老师。好，谢谢。太紧张了，吓死我了。我想建议你转行当。怎么这么现实呢？我的牌都出完了，本来写的是好紫娟，突然改副派了。因为我是从小喜欢粤剧，其实所有的流派我都是耳熟能详。你已经是个角儿了，你现在厉害着呢啊！我非常需要你选我。来到这里，我就必须要帮助热爱粤剧的他们实现梦想。我选的队员必须能让我眼前一亮。就要上场了，挑战马上开始。一切都是未知的。我已经准备好打一场漂亮的硬仗。我来了，你准备好了吗？截至目前，王志平战队共收获5名队员，吴凤花战队共收获4名队员，黄慧战队共收获5名队员，萧雅战队共收获3名队员，陈飞战队共收获4名队员，谢群英战队共收获4名队员。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各个战队将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拭目以待。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和绍兴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的《一鸣惊人》粤剧名家名票组团战的现场，我是张宇，欢迎大家！《一鸣惊人》名家名票组团战呢，已经进入到第9期了，可以说是接近尾声了。有的老师可能6个名额都已经将近满员的状态。那么选手再出来，会不会给我们的导师一点点小小的悔意呢？因为也许有好的苗子才放到了最后出场，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期待着今天选手都能有精彩的表现。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1位选手登场。我叫吴小杰，来自浙江湖州，今年20岁。我今天带来的是《白蛇传》中的千年白蛇峨眉修的选段。
我理解的白娘子的精神是，她为了丈夫不顾一切去仙山盗仙草，然后救活了自己的丈夫。这种精神我很敬佩她。今天上台一定不要紧张，要努力，加油！是郎为妻子，请你保重美岁。金翁人远离东湖下山水。初相见，风雨同醉，过今生。途中生，媳妇化作金銮贼。以为是赴汤赴水共8年，恰不了你海风不轻，难忍。为了你，新家里你开呀铺，为了你多养家有王君，为了你杀生放肆到仙草，为了你赛马金山八海对，为了你不听金儿两言劝，为了你断将昂发情来，给评委老师还有观众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评委老师好，我是来自浙江湖州的吴小杰，今年20岁。问一下，接触越剧多长时间了？5年了。觉得越剧对你来说最难的是什么？我就是有时候高音上不去。对，我都替你着急，确实是累，一点点高音我感觉你都好像要唱破音了，而且你还怎么还气喘？这个气喘我已经跟你是这个胖紧张还是胖？一紧张，反正就是好像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哦，这样。胖不是问题，你只要有恒心。陈老师以前也很胖的，我演出的时候，我们团长还跟我开玩笑嘞，叫我大蟒蛇。嗓子有没有去医院检查过？检查过，没问题吗？就喉咙里有2个那个小结。啊，那好，刘小姐，你声带闭合不好，肯定出不了好的声音啊。因为听上去的话，你声音，你讲话声音比你演唱声音反而要好。对。还有就是你在演唱的时候的话，陈老师觉得你状态不够好。因为你脸上的肌肉都是挂下来的，你比如说是为妻子，请你把容
都口型都要对，这个肌肉的话都是要抬起来，你不要为妻子千年把肉梦，对吧？像这些问题你都要注意。20岁的年龄啊，不应该有这样一副沧桑感的嗓子哈，是不是平时演出很频繁？我看了你好像有14岁开始到至今都是在民营剧团工作，是不是？对，和我们说说民营剧团的故事吧。我15岁就进剧团了，然后剧团的生活很辛苦的，然后平时演出的话还好，就是搬台阶的时候啦，我们都要搬的，自己很重的箱子都要自己搬。我们也搬过，像那种防空箱那种，好多电子屏幕装在里面的那种。是，问题是你怎么搬也不会瘦下来呀，对不对？这么重的体力活你都做不下来，这个也是一个减肥的好办法。我想建议你转行当。转老旦，像你长，因为你这个脸蛋也可能要比眼花旦来的端庄。对，因为你眼花旦真的吃亏，小杰。小杰啊，像现在我们在跟你交流的时候，我觉得你这个状态就比你演唱要好得多得多。所以你平时的时候，因为这个也是我当时的时候声带自己有毛病，我在跟傅全香老师通电话也好，他跟我讲话也好，我也是这样。傅老师叫陈飞啊，就这样啊。但后来就是傅老师教我，就说你不要这样，就要像平时的时候的话，也要注意，就像你演唱的时候的这种状态。比如说，他说你接个电话，人家打过来，喂，你谁呀？哈，你不要说，我陈飞，我是陈飞，就是把声音提上去一点。平时养成一个习惯以后的话，对你舞台上的演唱会有很大的帮助。好吗？好，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给出的意见其实都特别的实际，是不是？也都能解决到你的一些很多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了，6位老师给你的亮灯情况。亮灯之前，还是给自己拉拉票。来，今天我来到这个舞台，其实很想展现自己，很好的一面。然后希望老师们也指予我指点，我想在老师身上学到更多的好处。好。这样多好，是不是陈老师？他这样说话的时候，整个的精气神儿都比刚才要好了很多。就感觉就是她就是一个20岁的姑娘，不要像刚才演唱的时候都是一个很苍老的这种感觉。她给自己太大的心理负担和压力了，我觉得把自己那些负担都卸下去。你才20岁，对，还有很长的路呢。把自己最开心的那一面展现给大家，多好啊！好不容易来这个舞台上，不要让他们看见你不开心的样子，好不好？好，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6位老师是否能够为他亮起一盏灯呢？来，我们3秒钟的时间，一起来期待一下最后的结果。3、2、1，好，谢谢。6位老师没能为他亮起灯，但是我相信老师刚才在你演唱之后给你的很多建议，不管是从身材上的，从你演唱的行当到你最终的用嗓。都给了你非常非常多很实际的建议。对，我觉得啊，你今天最重要的不是来升级，你今天最重要的是来会诊。你唱的问题，老师们帮你解决了。对，还有一个你往前怎么走，那个吴老师也告诉你了，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找到了这个一条路以后，按这条路去走，你就会有明天。谢谢老师，谢谢侯璐老师。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带着乐观、积极、自信的态度，好吗？好。我们希望看到永远都是你像现在这样笑得这么灿烂的样子，加油，好吗？好，把掌声送给他。我以后应该听取吴凤花老师的建议，然后往老旦这条路发展。我想我以后会更好的。我是小公主，我叫毛若涵，我今年6岁了，耶！我特别喜欢艾莎女王，是因为我跟她都有一个后面的很漂亮的裙摆。妈妈说我特别爱臭美。我会才艺很多哦 ，music。毛若涵，别玩了，去练习去了。不
跟你们说了，我妈妈叫我去练习，是因为我马上要去一鸣惊人了。上来你听我从谁讲，我是千年修行进到碧浪。谁话些事情深沉，有你我多几些复读清凉，因此我必做美大女郎，上飞机鸳鸯。四松的前苍狼语，只知道他最近有你郎。我与他单薄岁年岁，我与他并肩像鸳鸯，原来他真心这成为一片父王样。谁知几色曾一两，他不应一泪变心脏，我离真是眼睛亮。草堂灯下心这样郎，娶娘娘花所行，娶小友年最新。我今日大宋身躯，与张真生死同命，您的妻千年到阴，能离家这不来陷阱，我情愿谁痛苦把下雨淋，外国事是在身，大领了吧？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毛若涵，我今年6岁了，我来自宁波的。你是我的小老乡哎。啊，宁波的是吧？老乡见老乡，是不是特亲呢？陈老师，怎么样？今天我们这小娇娇表现的非常棒。我刚刚在说，我说叫王志平可以成立一个儿童团了。我跟凤花老师有个想法，可以成立一个儿童团、少儿越剧团，我们在琢磨着。现在这好苗子太多了。对呀，小精灵真的是小精灵，怎么可以这么可爱？而且他们都特别的刻苦，真的是。你学越剧多长时间啦？
2年。哦，那也不得了了，2年有这功夫啊，非常了不得。那我想问你，你除了自己的要读书是吧？还没读书吧？还在幼儿园吧？就幼儿园也要读书呀？是吧？啊，就你课外的班儿，你还学什么呢？还要学跳舞、唱歌、主持。还会主持啊？学那么多啊？那你既然有那么多，可以说身怀绝技了，能不能给老师们展示一下呢？可以。今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还要有一段舞蹈，是不是？好，来。节奏感。我种下一颗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个伟大日子，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让它每天为你升起。点上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照亮你。把我一切都献给你，只要你欢喜。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生命虽短，爱你永远不离不弃。你是我的想要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谢谢。你这段舞蹈，这个涵盖的内容挺广泛呢。中西结合。是有舞蹈，有台步，还有基本功，全都亮了一下呀！你自己编的呀，还是老师给你编的呀？教我，老师教你的。他的老师做足了准备。老师跟指导他的老师跟妈妈真的是做足了准备。那我们宝贝都已经做足准备了。成功就是给准备的人的，所以老师们不要犹豫。对，老师们别犹豫了，别犹豫了。有名额的就可以考虑一下。我有名额。有啊，好，那就别多说了，来吧，咱们3秒钟的时间看一看老师的亮灯情况吧。3、2、1。陈飞老师，果然有名额，去给陈飞老师抱一抱。我进入陈飞阿姨的队伍，我很开心，我一定会在她队里好好表现。大家好，我是周瑶华，来自上海，是一名法律工作者。6位导师我都比较喜欢，我最想加入的还是萧雅老师的战队，觉得这是一次展现自己的平台，对自己还是蛮有信心的。觉得这次有可能流派所限，赛制对我来说不是特别的合适，特别的有把握，还是看台上的实力吧。周瑶华相信自己，加入萧雅老师的战队必须的。一起两袖挽他乡，
秋，秦师傅远头到老，无此法天上人愿人间谁知道因缘菩萨命不标，无此法你还有了没来做，谁知道西墙飞酒无压桥，无此法生小怪的来人去，谁知道为到人无谁到爱恰恰，无此法桃花桥到你家，谁知道我把一苏来的两家只与你担定子，留下了风烛在你家。来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导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的周瑶华。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职业吗？我是一位司法机关的法律工作者。其实说白一点，他是一位法官。哦，我刚才在下面的时候就在想，这么严肃的一位法官，然后在舞台上演出越剧的时候那么的温婉动人啊，我很难想象他要穿上这个工作服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什么状态。你觉得这个越剧跟你的工作正常上会有一些插入吗？这个问题其实主持人问我之前，我也一直在思考。我感觉啊，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法律的职业，给旁人的感觉一般都是很严谨，或者说是很严肃，甚至于是很严厉的。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女性，我觉得这样的女性还不够完美，还应该加上柔美的一面。对，我觉得越剧的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温婉和秀美。我从6岁开始就喜欢越剧，我觉得而且越剧它宣扬的都是一些伦理道德、仁义礼智信啊这一些，我感觉它和我们的法律不仅是不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说得真好。来，那我们看看6位导师怎么对你评判，好吧？我觉得这位选手啊，他把气派的特点把握得挺到位的哈。你刚才说了，你还会唱这么柔美的越剧，那除了这个，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什么特长吗？能够展现给我们看看？因为我是从小喜欢越剧，其实所有的流派我都是耳熟能详，但是我唱的时候呢，一定是荒腔走板，因为没有系统的学过，发声啊、韵腔啊都不行。但是我可以尝试一下，我表示对各个流派的喜爱吧。记得当年情随堂，剩下你是天
先听一下萧亚老师怎么说。记得我们第一次在上海东方电视台那次的比赛，对，记得。跟上一次的比赛相比，你的进步是一个飞跃。真的，今天你的一招一式唱作俱佳，所以我一边看，我心里有点酸酸的。我想，如果你还会唱其他的流派，因为我很喜欢你。我很喜欢你。萧老师想听哪一需要我？对，我就是表个态，因为我都萧亚老师，我替他说，他想请你唱原派，可以吗？对，那还能尝试就是。我不是不要的宝鸡玲珑，我不是群土的黄背叮咚。挺有味道的唱的啊，很有味道。萧亚老师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他真的是挺全面的，真的我看得出你非常的热爱越剧，所以我觉得你今天的发挥非常好，我很喜欢，很满意。好，谢谢萧亚老师。周耀华，我也觉得今天你的那个润腔啊，你刚才说没有专业的学过，但是我们听上去就觉得你非常的专业。七派是跟着老师学过，就是，所以它里面有很小的，就是大红花轿早，像这些那个复播音啊，一般的话是业余的话他可能掌握不了，但是你这些很细腻，真的，我们觉得你在唱得很稳。表演也是非常的那个投入，而且也非常的好。就是最后一个音好像稍微有一点偏，对，有一点点偏掉了，但总体来说都非常的发挥的都非常好。还有我就说一个题外的，我想说，如果说这个祝英台啊，就像你现在的身份是一个法官的话，我想梁山伯肯定跟祝英台不会是这么一个结局了。也是哈，对，你作为一个法官的话，肯定是不会让父亲这样做的，盼他们复合。对，有这样的人在的话，能有多少人可以破镜重圆呢？是。好，那么你看这几位老师都也对你有了一个点评，还有也听了你其他一些派别的这个演唱啊。那么究竟老师心中是怎么样做判定的？来，我们3秒钟的时间来看一下，3、2、1，请选择。萧亚老师，我太感动了，谢谢。好，掌声恭喜萧亚老师，也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选手。非常激动，而且我真的非常感谢萧亚老师，我一定为他的团队好好的努力，听他的话，好好向他学习。大家好，我叫王海格，我来自江苏新沂，我是一名幼师。报名的一刹那，我就看到网站上面有一个报名的，我就想试一下吧，所以就报了，就是想展示一下自己吧。我现在非常紧张，我担心表演不好这一段。哪个导师都喜欢，但是我想我肯定是选不上的，所以没有选的这个困扰。我就是打酱油的，肯定选不上我的，不要把我当成对手。我家有小菊妹，聪明伶俐神经美，妙龙随风真门手，金鸡说渐渐稳。我此番征求名字，菊妹一心相同嘞。我以为男儿不须尽走动，女儿到早也应该。这归我的爹他负责，
下小菊梅。来跟评委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各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叫王海格，来自江苏新沂。我觉得刚才你这一段唱得很短呐，短小精干。是临时换的啊？为什么呢？觉得自己状态不是特别好吗？原来那个伴奏不合格。哦，是这样的，那你是不是多少还有点没太唱过瘾呢？有点短，是不是？没关系，我们先来看一看老师怎么说你刚才的演唱，好吧？来，谢谢。我刚才还以为，哎，怎么这么现实呢？本来写的是好紫娟，突然改复派了。哦，那你幸亏解释了一下啊，因为是另外一个伴奏带不好，否则我要郁闷死的。伤心了是不是？好伤心。不好意思，没有，玩笑啊。王老师给你开个玩笑。是的。他刚才临时换那个唱段啊，那么，其实他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你那个郝紫娟清唱没有音乐他就不管他了，你清唱几句嘛，你的也满足一下我们那个王志平老师，对，补偿一下你伴奏的那个遗憾。郝紫娟，句句娃儿我一张。行吗？王海格，你这个可能跟地方有关系啊，你的咬字很多，一个苏字你就搜，你的搜的，哎，女儿读书苏，很多字就类似这种字。你都不是太准确，在这个咬字上面还要再好好下条功夫。它跟它的那个地方言有关系，对，方方言有关系。对，学不来。苏北话了，要学这个粤剧确实也有点难。学粤剧学了多长时间了？应该不长。我都是自己瞎学的，学着玩的。那平常有没有跟什么剧社一起到上舞台什么？没有。这个是第一次还是？对。哦，那你有点厉害，要么不上，一上就是对，要不上，要上只上中央台的舞台。那有点厉害的。而且我觉得阿姨整个的状态就是特别单纯的一个喜欢，特别享受。哎，对，就是票友玩票，我就是喜欢自己听听，自己唱一唱，唱长唱短都无所谓，4分钟1分钟什么派没关系。开心就行了，是不是？所以就您这个心态其实特别好，开心享受了比什么都重要。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6位老师的亮灯情况吧。3秒钟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的结果。3、2、1，请选择。谢谢6位老师。没关系，阿姨，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应该还是挺过瘾的，是不是？第一次登台，我跟你说，没有人能第一次登台就上央视的。您已经很厉害了，是不是？也享受了。你看现场这么多的观众，电视机前有更多的观众在。对，能见到各位老师，我就很满足了。回去接着这么开心的唱，好不好？好的。好，把掌声送给阿姨。好嘞，谢谢。继续努力，谢谢。结果无所谓，因为我知道我的水平，能站在这舞台上就很过瘾了。大家好，我叫陈可涵，我今年8岁了。我学习粤剧有4年了吧。我最喜欢的派是范派，我想加入吴凤花老师的团队。我觉得吴凤花老师一定会为我亮灯的，因为我这个选段是得过全国小梅花金奖的，我一定会在这个舞台上成功的，加油，陈可涵！
到西，哎呀归到东，西口都归的是红啊红，西吴弄三番分离，是长远的只要九丈粗，这个粗是叫夜市房。月亮西吴去以后见拉钩。高明夫人一农族啊，西吴农是月亮花生的雁拉钩，我也都来买两叶豆，前途满途是阿里土，我不在农中分拉土。看不起我，我娘什么女子万种什么不？希望侬忙身体结不不，夫妻总管精神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陈可涵，今年8岁了。8岁呀，你才8岁，那你学越剧多长时间了？4年。啊，你学了4年了？哟，这4岁就开始学啊？就是啊。不对，虚岁10岁。你虚岁10岁，周岁8岁，那你那1岁虚哪儿去了？那你那个时候你懂什么是越剧吗？不懂。你是自己喜欢吗？是自己喜欢。你有多喜欢？你跟我说说。现在上学这么忙，你都怎么运用自己的课余时间来唱戏啊？我在学校是全托的，就是礼拜天，然后还有时候在地铁上来来回回有1、2个小时，就在地铁上会唱。你唱是唱出声来，还是自己在心里默默的唱？唱出声来。唱出声来。你周围那些坐地铁的叔叔阿姨他们会听吗？会听。他们什么反应？一直看着我呗。就看着你，有没有掌声？就是此处有掌声吧？此处我觉得应该有掌声，是不是？虽然咱没在地铁上。陈可涵，你除了这个小老旦，你还会唱花旦或者小生，还有什么其他会唱的吗？这里好像写着徐派，是不是？嗯。还会什么？我还会唱6位老师的各种派。哇！6位老师的各种言外之意。那从这儿一个个来呗，从陈飞老师来，陈飞老师一个一个唱过去。就只有几句啊，没关系。万浩当同福光，天降龙中第一王。对，他会这个唱的话，其实是很多唱腔、很多那个戏，他应该都会。好，那谢老师等不及了，我金派来2句。第一媳妇心房啊好，也非地府啊，小弟呀鸟。龙凤琵琶是人心醉，是他死在缠绵啊，不觉晓。他唱的东西都是好冷门的东西，对，绝大部分人都是不会的东西，你偏偏会，他全会。对，接下来范派，为18。好，这个总算是不冷门的了。作家张三放映台，太好了，给你竖大拇指了，全才了。尹派，萧雅老师。送信。现在我与你
同你见了面，你的美貌像天仙，我父爱里实心啊甜。真厉害，很有灵气。我觉得你是不是跟哪个专业的老师学过唱吗？不是，我是跟王佩珍老师。我知道，我们上海越剧院的一位老前辈。我可以请他上来吗？啊，要唱，先继续。好，长郎你听我颂着讲，我是千年寻谁引桃碧浪，只因魔君在瓦些私心深深，一连我都替谁负度凄凉，因此我必做美大女郎，准备上飞机鸳鸯。哎呦，太厉害了！最后陆派松花芦荟。好。心匆匆闻名把话送，那孤的可是也年色当空。避过了门房宽修身，进得府来罗浮琼啊！太了，老师太羡慕你的嗓子了，太厉害了，翠声真的太好听了。现在可以让我的老师上来了吗？等着要让老师上来呢。来，把你的老师请上来。刚谢老师说，为什么他会唱这么多冷门的剧啊？因为6位那个导师在这里，我也不会吹牛。那个小鬼呢，从小喜欢越剧，他学得很广，读书呢也不错，所以那个呢，我觉得这个小孩将来是有点天分的。越剧总归要一个接班事业的吧，所以我希望各位几位那个6位的导师多多支持我们，谢谢，谢谢。那他唱几句京剧吧，他唱得很好，刁金龟好不好啊？好。叫正女，我的儿啊，听娘教训。小可汗，我再问你一下啊，你现在除了读书，那么多的戏你都能会唱会背，那一定是花了不少时间。这你一般就是除了读书以外，是不是大部分的时间都给了越剧？是你用多长时间来写作业？多长时间看书？多长时间来唱越剧？周五一个下午，然后周六晚上就是去读书、去补课，然后周日就是一天都学越剧。那你觉得这样开心吗？开心。开心就好。其实你知道吗，小可汗学员，你的老师王培珍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应该讲你属于一个天赋好的，是一个天才。那么能够有这么好的老师来教导你，来培育你，是你的运气好。你真的很幸运碰到王老师。我们同样要有彼此一种心，感谢老师，感恩老师，希望能够拿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再一次的在舞台上展现出你最棒的、最亮的你的艺术光彩，好吗？好，谢谢小雅老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6位导师的选择又是如何的。3秒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最终答案。来，3、2、1，请选择。两盏灯，陈飞老师、谢群英老师。两位老师跟我们说一声，为什么为他亮灯，也给他一点考虑时间。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选这个学员，
考虑的因素不是像普通的观众那样，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考虑的，为将来团队比赛能起到作用的。因为我们自己选什么剧目都有考虑的，所以我觉得陈可涵小朋友对我的团队是有作用的，所以我选他。谢谢。陈老师呢？陈可涵小朋友，刚才陈老师一直都没有出声，其实我心里在想，一直在考虑，所以呢，我就想把你收入到我的战队当中，因为你到我的战队里来的话，我一定会把你放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好，谢谢陈老师。我是什么呢？因为我这里有碧玉簪，我要招我的婆婆，招我的王玉玲，招我的李秀英。所以她今天演的正好就是这个婆婆，对，正好有个现成的位置在等着她。但是你到我这个战队里来也可以演呀，而且我会把你包装的更加的晕了，越来越晕了，是不是？罗老师，我应该选谁呀？选谁呀？你不要问我呀，你自己呀，你那么成熟，这么多的流派你都会唱，然后你想想看，你去这2位老师的哪个战队？那就你已经是个角儿了，你现在厉害着呢啊！你是角儿了，我非常需要你选我，我也需要你选我。哎呀，谢谢殷老师。谢谢你们，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太厉害，太聪明了你。特别的激动。虽然吴凤花老师没有给我亮灯，但是谢群英老师和陈飞老师同样给我亮了灯，我特别的开心。我以后要更加的努力去学习越剧。大家好，我叫薛玲玲，来自江苏南京，我在南京市消防局工作。我最喜欢的导师是吴凤花老师，他演的那个楚霸王非常喜欢。马上就要比赛了，我现在有点紧张，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大家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各位观众好，评委老师好，我叫薛玲玲，来自江苏南京。玲玲，你那个唱了多久了？喜欢很久了，但是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那个我妈不准我看，因为怕影响学习。然后后来上大学以后呢，我跟就是几个好朋友组了一个戏曲社团，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发展到现在也快有十多年的时间，现在已基本上发展成为南京高校当中最好的一个戏曲社团了。但是那个时候主要还是以宣传为主，就是很少有这种演出。我就是在前几年的时候写过一个剧本，然后现在剧本是江苏省档案馆收藏的。哦，是什么的剧本？粤剧的剧本吗？对，那个总共演了3场。玲玲，你来一趟一鸣惊人的舞台也不容易哈，那总得有点收获回去。那么怎么样？你以后给我们写个剧本吧，因为我们现在戏曲界剧本奇缺，对不对？所以呢，我想你这方面既然这么有才能，那么尽可能的发挥你的优势，写个好剧本，咱们约定一下好不好？好，我会努力的。谢谢王老师。王老师，我来帮那个他问一下，就是我们的粤剧啊，在演唱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就是把声音打开来唱？我觉得他好像是，对，因为我昨天来以后感冒了，然后声音发不出来，是吧？哎，我是觉得你他那个说话的声音比唱的声音要好啊。哎，对呀，你唱的声音后面尾音全虚的。而且中间好多音是不准的。对，这段本身也比较累，就是动作太多。对。所以说，我觉得建议就是说，每个参赛的对选段子非常重要，扬长避短，因为真的你选择的这段悲歌的那个载歌载舞，不要说你真的是就是说在舞台上长期泡着的演员，他都会有压力的。对。因为从气息的控制来说，而且这个调有点高，对，我原来能唱上去，但是现在感冒了就唱不上去，特别难。所以说一定要扬长避短，而且我希望就是能够学会借力，比如说熟悉一点的段子，唱腔你觉得你有优势，那么唱为主。比如说你在表演方面你有一些特长，当然就是能够在评委当中能够加分的，选段子非常重要。好，不能超负荷，应该要留有余地。对，谢谢吴老师给出的建议，这也可能是给我们很多选手的一个建议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一下6位老师给你的亮灯情况了，好吗？来，我们3秒钟的时间看一下6位老师最终的选择如何。3、2、1，请选择。好，谢谢6位老师。6位老师没能为你亮灯，对你来说会有遗憾吗？没有，因为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出来参加比赛，我觉得我能站在这里，我就已经很高兴了。以后我还会再来的。是，这个心态特别好，不仅仅像老师说的一样，回去了之后好好调整自己，而且更重要，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收获，就是跟王志平老师还有跟我们很多老师共同的一个约定，就期待着你能够真真正正的把自己的想法落实在笔头上，为我们的粤剧也做出你自己的贡献，好吗？我们期待着你能有新的作品。好的，加油，好吗？好的，把掌声送给他，继续努力。其实来之前我已经想过这样的结果，因为我觉得很荣幸，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比赛，第一次就能站在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我觉得我很知足了，我起点很高啊。今后我会继续努力的，我会再来的。你往上走的弯了已经要下不来。你唱的是什么？大家也听不明白。音不准，你知不知道？我以前给他一句话叫做“不疯魔不成活”。你呀，一出来很有气场。这个选手啊，太全面了。反正我是不敢要。我应该跟小宋姐也要赌一把。来到这里，我就必须要帮助热爱粤剧的他们实现梦想。我选的队员必须能让我眼前一亮。就要上场了，挑战马上开始。一切都是未知的，
我已经准备好打一场漂亮的硬仗。我来了，你准备好了吗？截至目前，王志平战队共收获5名队员，吴凤花战队共收获4名队员，黄慧战队共收获5名队员，萧雅战队共收获4名队员，陈飞战队共收获5名队员，谢群英战队共收获5名队员。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各个战队将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拭目以待。擂鼓开园等观战，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和绍兴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的《一鸣惊人》粤剧《名家名票》组团战的现场，我是张宇，欢迎大家。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第10期的第1位选手登场。我叫王群，来自湖北武汉，我是一名设备维护的工程师，我很喜欢粤剧小生的那种阳刚之气，所以我就。觉得吴凤花老师身上有这种阳刚之气，可能也是有别于其他的粤剧小生的一个特点吧。这也是我希望自己身上能够有这样一些东西。我今天的表演就是为了向吴凤花老师致敬，向粤剧艺术家致敬。
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王群，我是来自湖北武汉的。怎么了？你是觉得今天的状态不好吗？不是的，我唱这个戏就容易那个调整一下自己。哎，好，我们可以出戏了。因为我们看这出戏的时候，就其实心里都很明白，这出戏也是吴凤华老师的代表作。对，就是您演这出戏，我觉得胆量，首先我得真的是应该给你点个赞。就算是这出戏有难度啊，对，票友能够挑战这出戏，而且吴凤华老师就坐在台上，你别说，我要听听吴凤华老师怎么说。我觉得武汉应该是我们粤剧的，也可以算是故乡之一了。从我记忆中，我90年代初刚刚进武汉首次演出的时候，我觉得当时的观众非常纯粹，真的看戏。那么若干年以后，曾经看戏的观众逐渐升级成票友。我想王群肯定也是其中一个热衷于粤剧，这是这个一个票友之一。我能不能跟吴凤华老师说几句啊？说。就是那一次您到武汉是去演出嘛？演出那个折子戏断桥的时候，不是一下就摔倒在台上嘛？我那时候跟我妈妈一起看戏，我就在台下。是吧？对，所以我特别崇拜您。哎呀，谢谢，谢谢。您是我的偶像。谢谢。因为武汉这个城市对粤剧来说，对我个人来说，刚刚王群也说了，我曾经有那么一段经历，也是可能从我从艺当中记忆深刻的一个城市。摔伤以后疗伤1年复出，也在武汉。那么你台上演的是陆文龙，陆文龙这个也是我第一次，争夺梅花奖的剧目，所以说你也有感情，我也非常有感情。那么我们感情管感情，说到你的表演啊，你身上这身行头，你花钱了，这是做的。他是在肯定你花了钱、用了心思做这身衣服。那么这个是支持你。如果玩票的话，真的需要一定的投入，无论从精力也好，还是从财力也好，都要投入。那么从表演上来说，因为可能是我们有城市差异，有语言障碍，在你的演唱当中，不到位的字很多。那我想最主要的还是就你提到一个教头，刚刚那个起调音准啊，起调音准一个问题，咬字很多。那么今天最明显的就是一个起板，你把它零件拆开了，组合装了，中发。妹妹。谢谢老师。这个气口要很规整，你往上走的弯了已经要下不来，然后就是不是一气呵成的那个教头，就是类似这一种起调咬字还很多。希望你在以后继续和陆文龙亲密接触的时候，再仔细去听一下带字。然后朱颜他也很认真，我想也是稀有之间的这份深深的情谊。但是我要给他提出来，他脚上穿那个靴子是生活中的皮靴，下次注意点。上面的组合的蛮好的，脚上那就美中不足了。希望你跟你的助演再去沟通一下，好吧？谢谢老师。不客气。谢谢吴老师。我想问你，今天自己叫头的时候音不准，你知不知道？听不听？知道，太紧张了，没见过那大阵势。啊，那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因为你刚才演完以后那股很懊恼的表情。哎，你主持人问我还以为你是觉得自己今天表现不好才这么懊恼。不是，原来你是在情绪当中，那我还以为你是不知道这个叫头音不准。可能他也压力很大。中间好多地方还有跟伴奏带也没合上，节奏啊什么。太紧张了。因为吴老师坐在台上，你太紧张了。也不是，我估计就说熟练程度哦。那么希望你在合适的机会可以找当地的专业的
无论是金昆的这些都可以给你加工，就是再提高一下。好，谢谢吴老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老师的亮灯情况，好吗？好，谢谢。来，3秒钟的时间，看一下6位导师的亮灯结果。3、2、1，请选择。谢谢6位导师。其实，你演这出戏就是冲着吴凤华老师来的，而你这出戏所有的表演，从你的服装到你的刚一开口的教头。老师都很清楚地帮你字字句句地进行指点，可能对你来说，亮灯不亮灯的意义不在于此了，而吴老师给你的口的这种传授，对你来说才是宝贵的一笔财富。继续努力好吗？好，谢谢。谢谢，把掌声送给他，谢谢。虽然说没有老师给我亮灯吧，但是我觉得我来了，见到了我的偶像，亲耳听到他对我的指点点评，我也心满意足了。我是来自上海的林哲毅，这6位导师都是非常顶级的，我都很喜欢。因为我是副排，当然最希望加入的是陈卓老师这个团队。一鸣惊人，我来了。我希望在这次比赛当中，我能够做好最真实的自己。向他来讲，叫归依我情愿一生担当。儿子想，冤枉郎文章得意，无有谁上，转熬的唐贵子。一句名扬，那时期夫妻们双双进都王，我的那银幕上这女郎啊。三字香，唐啥是王郎不中王。
里亮光。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各位导师好，大家好，我叫林哲毅，来自上海，我是一名地产公司的董事长秘书，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哎呦，真好！我刚刚在台下看镜头当中，她的这个扮相特别的漂亮。你在台上这个形象气质非常非常的好，在台上这感觉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青衣啊，真的很漂亮。给你提一点那个小建议，一个是你在唱的上面，把那个复拍的那个润腔哦，你再去仔细的再去听一听，因为现在润腔我觉得有点不对。那么还有那个口型，演唱的时候的话，你不要把声音就是下巴老是往下掉，比如说，嘿，深夜听谁来闻香。不要来闻香，往下掉的，往上提，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演唱时候你做动作身段的话，向他来讲交归音，我心愿一生担当。现在你幅度大了，一生担当。这个动作很多，每一句里基本上都有，就是这样动作一幅度一大以后，跟这个人物他就游离出去了，文静一点，一动这个身子跟头啊，就显得有点水了。老是摇头，对，每一个动作后面都这么摇头，都有这个这个这样啊，这个注意一下就可以啊。其他的真的是非常好，而且把整段唱演绎下来，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很流畅。我在想，这个伴奏是不是降调而压迫了你？今天真的是有点小激动和小紧张。那来到这里，其实因为睡不惯嘛，就是没有睡好，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伴奏是老先生他们那个后期的伴奏是胡佩蒂老师的。对，我是觉得你应该去唱那个标准调、G调，可能对你的演唱声音位置都能够更立体一些。我是觉得这个调性反而把你压了，所以说导致成你的声音老是跟唱小声一样，往真嗓宽了一点，可以再纤细、再美一些，形象很美，声音可以再美一些。谢谢吴老师。谢谢吴老师。王志平老师，我觉得学越剧吧，特别是女孩子哈，不管什么年龄，我觉得对整体的气质的提升，是非常有助的。我相信你在同龄人当中，大家站在一起，你一定也是出类拔萃。所以呢，我想你能够继续坚持你的爱好，然后我们中国戏曲本身向人们传递的就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希望你继续坚持你的梦想。我会的，王老师。谢谢六位导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6位老师就要衡量一下你整体的表现，看看是否能够进入到他们的团队当中。3秒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6位导师最后的选择。3、2、1，请选择。谢谢萧亚老师。萧亚老师。虽然说你今天在舞台上呢，刚刚导师们也讲了，是有一些或者是紧张啊，还有你的发声啊，你的咬字啊，但是总体我非常喜欢，所以我想你到我的团队来，至于你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我都可以帮你解决，因为老师不光是唱影派、唱范派，老师什么流派都能唱。谢谢萧老师。你看过老师的视频是吗？好，我们也期待欢迎你加入我的团队。开心，谢谢。哇，恭喜萧亚老师，继续加油。我会好好的跟萧老师学习，争取为他争光吧。
大家好，我叫李克南，来自河南安阳，是一名声乐老师。我学越剧是自学的，所以我在今天来就是很想找一个老师，说说我的缺点呀、优点呀。最希望加入谢曲云老师或者是陈飞老师。如果我加入王老师的团队之中，我怕就是王老师的戏我都不会唱。无论结果如何，李克南最棒，加油！青帝罗君望仙意。金色是汾阳王谁担起？那驸马在山叫我拜谁去迎大礼？我本想国父去拜谁？西施良我君拜臣，不辞礼。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李克南，克服的克，困难的难。我来自河南安阳，然后我是大2才接触到了越剧，然后听完越剧18相送之后，然后我跟着我们那个戏曲社演了几次大戏，然后我演过几部大戏之后，我发现我原来喜欢的豫剧、黄梅戏还有京剧都比不过越剧。哎呦，这小丫头嘴多厉害哈！每次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我就听那种就只放那种越剧的音乐，我就心里高兴起来了，就好了，是不是？那我问问你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什么专业？我学的是声乐专业。声乐专业呀，是美声还是民族？民族。能不能给我们唱几句？好的，让老师听一听，好不好？我给大家演唱一首那个京歌《梨花颂》吧。唱一段。正好今天穿的这身行头也合适。梨花开，春带雨，
痴，情也痴，天生丽质难自弃，天生丽质难自弃，长恨一句千古谜，长恨一句千古无私。谢谢大家。在哪里上的大学啊？在杭州浙江传媒学院。怪不得我说你怎么会喜欢越剧呢？有这个土壤。对呀，我想你和谢老师，我见过你。啊？上次在我看那个《红楼梦》的时候，在杭州剧院，然后我们喊你，你们没理我。那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喊谢老师，哪止你一个人呢？你想想看，我在台上，我怎么能理你呢？在台下，台下就更不能了，所有人都会喊谢老师的。你刚才唱了这首那个歌，我就感觉出来了。你为什么越剧里面有歌的味道？你刚才那段越剧唱的也是有歌的味道。是的，是的，是的，有一点的。对呀，我清楚。越剧的韵味差了一点，而且前面有几个地方好像音不是太准。我在想，我想你学声乐的怎么会音不是太准？现在唱这段歌音很准的嘛。我可能没听清，我耳朵一直不管用。但是你现在这段歌不是蛮准的。歌因为没有伴奏，还是紧张。我觉得也是，应该讲，小李这个学员，其实你呀、一出来很有气场，就你能压得住，而且很自信，很淡定。通过你的专业声乐，你的工作可以帮到你，在咱们越剧这个流派当中可以起到很大作用。我觉得你今天的总体，我是很喜欢，真的。好像听说你辞职了。是的，因为我没时间看戏。就是为了这个辞职。那你现在做什么呢？我现在做自由职业，就是也是自己带学生，带声乐学生。但是带的是少了，没有局限了。我不会限制你了，是吗？对，就自由了。他的时间可以更自由的安排了。对。你有多少学生呢？目前有20个吧，差不多。哎呦，这么多呀！都是多大的学生？还有40多的，有5、6岁的，10几岁的都有是吧？看你在台上唱戏，你自己很享受。对，是不是？我很喜欢，但是我确实缺一个老师，因为我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学的。李克南啊，问你一下，你那个王熙凤会哼1句到2句，不要多，你现场哼2句看看。好的。锁身绿腿西家早，今早顶尖贵可到。可以吗？那个。王老师把目光深深地投向了侯老师，深深地投向了你，求救的眼光。我觉得侯老师，您现在应该先把自己的权利收一收，先让他们亮个灯，也许万一有人亮灯呢，是不是？对。万一要是有人手一抖，就把灯给亮了呢？那么接下来呢，6位老师就要为柯南亮灯了。亮灯之前，给自己拉拉票好不好？跟老师再讲2句话。好的，各位老师，首先谢谢你们，因为不管今天结果如何，我觉得我都尽力了，可能中间也会有点小差错，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的，我还会继续喜欢越剧的。哎呦，特别乐观，然后心态很好的一个孩子。好，我们也希望你能成功。来吧，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6位导师的亮灯情况。3、2、1。请选择。谢谢王老师，谢谢王志平老师，如此坚定，我就说吧，侯老师，也许咱们用不上呢。王老师跟我们说说，把最后1位名额用完了。哎呀，老师，我一会儿抱抱你。你别一会儿了，现在吧，快去！掌声送给王志平老师，最后的一个名额送给了柯南。好，我有我的安排。哎呀，
现在头很疼，然后耳朵也听不怎么清楚了，但是我非常的激动，谢谢王老师会选我。虽然我在那个越剧上没有特别的出众，但是我会继续努力。大家好，我叫钟银平，来自上海，在一家旅游公司工作。这一次我来到一鸣惊人的舞台上，第一是为了展示我自己过把瘾，第二我也是为了能够见到我心中的偶像王慧老师。王慧老师，我希望你能够喜欢我，能够为我亮一盏灯。莱阳相聚2年聚，你我的恩人两人，春花秋月来相守，缘子缘早实转鳌头。此去杀得功名聚，并肩一起共度春秋。倘若问早不生死，你早日为家切莫担忧。郎君今年25，归隐今年27，青春几番言不尽，有一股万里大雾翻遍醉。娘子啊，分配与妻，白头相守来养君，真乃是功名二字困书生。此去1年半载实不定，你明日还暖要小心。来往寂寞要老去灯，王郎啊，你绿狂小调中断问，我与你萍水相逢把心病，可怜我是孤苦伶仃一个花生，此去杀吧还愿尽。王郎啊，君渡万华，你莫为谁言心。此去啥能有从今？定当见你一去边境。娘子但放宽心等去，风归自保家营。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我叫钟银平，来自上海金山。我看刚才给你配戏的那个也是在前几期参加过我们比赛的选手，是不是？对，你们是同一个戏社的？对，我们是同一个，都在松江的一个乐艺社。啊，好，那么接下来看看老师怎么说。我想问一下，你那个嗓子、声带是不是有没有去医院看过？声带有没有问题？哦，没有。没有啊，那怎么哑的这感觉哈？对，是今天上高音，而且感觉有点困难。我觉得一直这样还是几天这里紧张？不是有，这样也蛮多的，感觉好像声带上闭合不是很好，有哪个音这个地方有点漏风、漏气的这种感觉。上医院检查过吗？没有。找个时间可以看一看。他的嗓音已经不听你自己指挥了，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好像没有这个感觉。有点很硬的很勉强了。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嗓子，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要不要就科学一点的那个前中1/3的那个地方，感觉稍微有一点点那个声带闭合不是特别的好。陈医生。因为听他的音区是在这个位置，因为这个我声带长过2次小结，所以久病成良医，很有经验。好，谢谢几位老师。我看小雅老师，简历了，小钟，你的简历里说你经常会为了这个见了人好大抱不平啊，路见不平。你平时到底是哪些是让你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对，我这个人平常就是喜欢实话实说，比方说欺负陆小啊，我蛮多的，我要站出来说话。你站出来是，他底气十足，他声音一声一吼，人人都怕他，真的。你的声音其实挺亮丽的，今天好像就我感觉，不受自己控制，不在状态里，还是紧张，是吗？肯定有紧张的成分。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老师的亮灯情况，3秒钟的时间，3、2、1，请选择。谢谢。6位老师虽然没能亮灯，但是我希望你能够以后在接下来学习越剧的过程当中继续这么享受，这么快乐，好不好？好的，不要放弃啊！好，好，谢谢，谢谢，掌声送给他，继续努力。今天反正不在状态吧，我今天一天我感觉情绪也不是很好，所以没有发挥出平常正常的水平。大家好，我是徐平，来自深圳，我是贵州人，我在科技公司做人力资源经理。我是蒋海鸥，我也来自深圳，我也是在科技公司做财务经理。我们俩是很好的姐妹。我们以前是同事，然后呢，我们认识超过10年，然后搭档也超过10年。我最喜欢的导师是吴凤花老师，因为我本身是饰演小生的，所以特别希望得到他的指点。我最喜欢的是王志平老师，其实我学了很多唱段，也是跟着他的视频，模仿着他的动作来学的。组合参赛，默契无双，加油！啊，咕，你，哦，飞子，飞子，飞子你是那倾国倾城的马，我是那多翠多平生，嘿嘿嘿啊！你要看着真的眼睛呀！是那人马为不解运了命，好一生
金重逢美龙争，本是为君，本是心。那月宫遥遥相距千万里，你家是与我比心两相门，可叹我家人结果多少真情呀，扯碎心河飘情皇帝，这相公你太近了，我有些推不过去了。莫以为我长吟短叹这种戏，虚动的戏文里面藏真情啊！他那里脸颊贴近，我这里慌了心神。他那里虽被过境，我这里真太深。对眼睛看着他眼睛，恰遇见目光所要。莫名的心害怕，莫名的钻进进，莫名的喜欢他，莫名的气不均，有的正太偏抱紧。断了啊！姑娘，方才我这个皇帝做的还像吗？不像，太不像了。怎么不像？做皇帝要端庄，因为不可太轻狂。宽身要有鼻子宽，这路迈的是方方。不像你讲话像讲话，一点都不拿腔。腔？宽身宽真宽，叫声心发慌，分明就像普通人。一举一动太平上。跟大家分别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徐平，来自深圳。我的搭档蒋海鸥也是来自深圳，他是广西人，我是贵州人。这档节目是跟谁学的？就是我们自己学的视频啊，都一招一式都跟着视频学。对的，对的，还模仿而且是我们是上个月才开始学的，接到通知以后说对这个节目有要求，然后我们才找到这一段，就自己利用业余时间学的。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把我师姐张瑞红的那个原创剧目，也是梅花奖的获奖剧目的这一个梅龙镇能够搬学过来。唱腔方面，我觉得徐平嗓音条件很好。那么花旦，你的表演形体很细腻，
表演这个是非常的好啊，我感觉很有节奏。但是你这个唱这个声音怎么回事情？我听你说话好像蛮好的嘛，而且唱上面咬字也有很大的问题。唱的声音跟你刚才说话的声音完全不一样。气要沉下来，现在觉得气都浮在这个上面，你吸的也不深，然后是一唱就没了，所以喘，特别的喘。然后演唱的时候你会声音你老是就是浮在那个上面，浮在这里的话你时间也唱不长，唱长以后的话会自己觉得也很累，这个的话再仔细的去琢磨琢磨。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老师能够给我们进一步的指点。那你唱几句啊？你们两个对几句贵词里面的，听一下看。我想你去哪里？东坡兄曾有咏梅句，因我彻夜甚多归，诗心浓烈俱可修。东贼作乐万有水，莫念自教自心语。似水不听把去唱还是抖啊，我感觉还是气喘。其实老师，我想多说2句。其实我的搭档是一个非常非常刻苦的一个女子，我是叫她是戏疯子，她是一个，我以前给她一句话叫做不疯魔不成活。她是一个特别痴迷于这个越剧的人，她从大学开始她就特别喜欢越剧。深圳其实我们找了很多的老师，越剧老师可能他能够教一点身段，但是唱腔和流派他没有办法系统的去跟我们讲。但是确实，我觉得对我们在深圳的人来说，这个唱腔、这个咬字、这个流派，对我们来说确实是最大的短板，而且也是最难弥补的这个短板。是2位搭档站在这里啊，听了老师的点评，而且我们也实实在在能感受得到，对于戏迷票友来讲，他们在学习地方戏曲的时候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一直这样的坚持下去，你们的精神也一直在打动着我们。那么接下来，我们6位老师就要为你们这一组搭档来进行最后的投票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6位导师究竟是怎样的选择？3秒钟的倒计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后的选择。3、2、1。好，谢谢6位老师。其实这个结果，我觉得不用哭，也不用难过，不要伤心，不要伤心，真的。而且我觉得一鸣惊人，对，绝对不会是你们越剧的一个终点，只会是你们另外的一扇窗户。无论怎么样，再次为这对搭档鼓起你们真诚的掌声，好吗？期待着你们能够再一次回来。这次虽然我们暂时失利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几天过程中得到的这些宝贵经验，能够带到深圳，跟我们的社团的这些朋友进行分享，然后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小小的火种，然后能够把这个越剧的美再把它普及开来。希望这个越剧之美能够在南海之滨也能够普遍开花。谢谢。小妹妹，阿姨跟你说啊，可以叫奶奶了啊，奶奶跟你说了啊，你喜不喜欢唱戏呀？不知道，不知道。那你喜欢吗？我教你唱好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的卢冰妹。我有2种性格，一种是很温柔，认识我的人都叫我知心大姐。你等一下，我帮你叠哦。你要一件一件给它叠好哦。但是只要一接触到越剧，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一湖山水，我就会很疯狂，很霸道。相亲今天我希望在一鸣惊人的这个舞台上继续展示我的霸道，我相信我一定能晋级耶。
中间，蜻蜓落去望见。你好，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的选手卢冰妹。您今年？我今年46岁了。哎呦，看不出来，扮相很年轻。谢谢。我在下面看您表演的时候啊，我先不说就是唱的怎么样，我单从您的精气神上来讲，我觉得你特别陶醉，就是整个的笑容都特别有感染力。他们都叫我细分子，所以我也觉得有点疯。你能跟我们说说你怎么个疯法吗？是，说起我这个细分子，可真是有个故事啊。我们在深圳也有一帮朋友，就经常在一起玩越剧的嘛啊。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晚上应该是11点多了吧，跟我的搭档排完戏，然后回来之后，我把车开到地下车库停好之后，我一想，哎，有个动作，我感觉好像，今天好像做的不对哦，跟那个视频我也拿手机来看，好像不对。然后我就拿出水袖穿起来，我就在地下车库，就在那里比划，就一边比划一边唱。然后我嗓子有点尖嘛，然后就有个人开车开过来，就一开到以后，我就看到咚一下又掉头走了。等一下就有我们的保安来了，就走过来说：“你这样不好哎。”我说这么晚了，我又没有影响别人，我说有什么不好的？我就在唱戏，又怎么了？他说。你不知道刚才人家开车开到地下车库，说地下车库好像有个鬼呀，你把人家吓到了。我才知道原来我闯祸了，所以他们也平时也有好多事情，他们都说我是疯子。疯子就是疯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们在深圳都是搞那个器乐培训、开琴行的，那么周六周日应该是最忙的时候嘛。然后我老是周六周日往外跑，要把家里的东西往外拿，然后他们都没法理解啊。开始的时候，我老公和我小孩他们都反对我，觉得我真的有点疯过分了。但是现在好了，已经习惯我了。他说你的疯我已经接受了，不接受都不行了。他们都是。回去告诉你家老公，你说你多幸福，每天不用掏钱，可以免费听我唱戏，多好，对吧？值，娶我这样的老婆太值了，对吧？
好，我回去说。回去说。我说是王老师告诉我的啊，我学会了这样说。永远快乐开心啊！谢谢王老师。好，谢谢王老师。对，我也觉得你在台上就是给我们带来欢乐，你长相也非常喜感。人家说你是戏疯子，我说你是非常执着。你以后就告诉他，你说是，我参加一鸣惊人导师说的，我不是疯子，我是对这个艺术，我对越剧的那份爱，那份执着。谢谢老师，谢谢陈老师，非常好。谢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啊，6位老师对你刚才演唱的亮灯情况了。倒数3秒钟的时间，3、2、1，请选择。好，谢谢老师，没关系，我们给卢阿姨点掌声好不好？谢谢她，谢谢。反正不就是为了开心嘛啊，进不晋级也已经过了，我还是会继续玩下去，还是会继续分下去。老公，你听到没有？你看，连王老师都说你娶了个好媳妇，我看你以后还支不支持我唱戏？我希望成为到我的团队，我叫你演还是投台？我觉得你现在台上的气质、台风跟我比较接近。你唱了这么多流派，非常全能。临摹我师姐临摹的蛮像的。无论你选哪一个团队，我希望你继续你的梦想，你实在太优秀。来到这里，我就必须要帮助热爱越剧的他们实现梦想。我选的队员必须能让我眼前一亮。就要上场了，挑战马上开始。一切都是未知的，我已经准备好打一场漂亮的硬仗。我来了，你准备好了吗？截至目前，王志平战队共收获6名队员，吴凤花战队共收获4名队员，黄慧战队共收获5名队员，萧雅战队共收获5名队员。陈飞战队共收获5名队员，谢群英战队共收获5名队员。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各个战队将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拭目以待。擂鼓开鸣等观战，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和绍兴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的《一鸣惊人》越剧名家名票组团战的现场，我是张宇，欢迎大家！《一鸣惊人》越剧名家名票组团战呢，到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期，也是最为关键的收尾工作了。无论怎么样，我们也祝福所有的选手都能够有上佳的表现，完成他们心中的心愿。我们也期待着6位导师都能够如愿以偿地选择到自己称心如意的学员。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选手闪亮登场。大家好，我叫宋春梅，来自北京，从事保险工作。我今天表演的选段是《对月思家》。之所以选这一段，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吴凤花老师，希望今天他能给我指点一下，更希望能加入他的战队。我现在非常的紧张，我还是少说多练吧，好好唱，给我自己加油。
君也闻来情也为，君陪情可相思啊，君情陪君不相思情。相思恨得相思月，见月似见一封信啊。曾记得月归阴，出塞那回，兰桂香暖的红军，那四灯遥遥在前迎，淋漓的碧绿拂了情，我记得我叫你亲亲，你不答应，年岁一笑把泪水，色到此前，虽是你的情，就是你的情，也不许你关心，你则要关心等你，等你荣耀归来再还情啊。来，跟大家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叫宋春梅，来自北京。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是怎么样喜欢上越剧的吗？一开始就是喜欢，觉得他那个，比如说唱腔啊，还有这服装啊，哎，对，都背景都美。后来看了那个吴凤花老师的那个戏以后，就更喜欢。那您这今天是专门冲着吴老师来的呀？我能这么理解吗？可以。对你一个纯地道的北方人来说，我觉得你的嗓音条件应该具备，但是关键是咬字，因为地方剧种它有一个咬字，你现在就是在普通话跟那个粤白之间你在飘游。对对对，是，确实主要是这个，因为你在台上台风也很正，形体上也不邋遢。还是比较简洁的，从外形上来说，而且从个头来说也非常难得。那么我非常希望你就是下次在演唱的时候，要去听咬字，比如说一中，这个一中，你是一中，一中生是也生。比如说，君也闻来情也为，君气就是这些四喉很多字，就是听的时候你去注意咬字。如果你字咬准了，因为腔没有什么大问题，关键是咬字。腔圆。对，字咬准了，你个归韵归好了，对你的唱也有润腔也有帮助。因为有些字咬扁了。然后就在普通话跟粤白之间游离，所以说导致你的位置是飘离的。主要是这个。出来一个，哎呀，那么漂亮的小生，待会儿你一张嘴，我觉得整个踩在棉花里，就是那种感觉，对吧？就是他那个字，
不知道怎么拿，然后完了以后，他枪就开始飘着的，然后你唱的是什么，大家也听不明白，然后你又很紧张，就是整个呢就容易一下子掉到棉花堆里，没有一个是踩着实地唱的，所以我当时就很为你担心。但是我想，一鸣惊人啊，不是说你唱就能惊人，也可能你到这儿来学如何去一鸣惊人，对吧？你把这基本功给打扎实了，总有一天你会一鸣惊人。所以我觉得你今天来，你的收获绝对是大大的。对，没错，谢谢是吧？老师。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下评委老师的亮灯结果了。3秒钟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的亮灯情况是否能如他所愿。3、2、1，请选择。哇，观众都站起来了。我觉得我应该跟小宋姐也要赌一把，因为我想就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要马上给你纠正过来。从咬字这一方面，你也有压力，我也同样存在着挑战。所以说，我们都是玩一把，来试一下，看看我们是否能超出一般人的期望值，争取在一鸣惊人的舞台上，我们好好的亮相。我一定努力。恭喜恭喜宋大姐！来，快跟吴老师拥抱一下，也谢谢吴老师能够给宋大姐这样的一个机会，希望你们能够一起努力。我一定不给阿华老师丢人。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湖州的陈伟，在当地文化馆从事非遗传承保护的工作。在这里感谢一下我们单位里面的周老师，他平时教我身段啊、动作啊，给我排戏啊，让我站在央视一鸣惊人的舞台上展示自己。我现在还是很紧张，感觉有点兴奋，然后希望自己能够发挥好，加油！飞舞情儿心悲怆，四季的名儿我四季说，北面所上是我心爱人，苦盼我与梦不能空。黑夜叫声好小姐，王子的名儿你要听仔细。他如果没出息，聪明儿西上王宫好子弟，父母总爱是珍宝，青丝牛背做标记，牛背上什么字我是何事？千载万世永不忘真王十字
东欢乐，随子平地风不起，安大黄边造火影，一家欢乐不分离，四娘忠心救王子，他从宝剑自下逃出去，王引流水永不一击，不去有一句，王子遭人到17岁，风沙破灭，在高地。夫一之中与公子，公子的芳名叫一里。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来自浙江湖州的陈伟，今年30岁。陈伟这位学员，我觉得你今天呢，在唱上，在做上，虽然我能看出你还是有一些紧张，但是总体来讲还是比较流畅啊，还是比较沉得住气的。对，而且我觉得他那个在舞台上那个表演啊，这些的话还是很规范的，还有那个剑指出来也是非常标准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台上还是蛮棒的，真的。谢谢陈老师。陈伟，你那个除了影拍之外，你能不能给我哼几句范派？你机会来了哦，开始谢谢了，开始了。那我就唱《梁祝》里面那个《18相送》里面几句好了。哦，都可以。啊，弟兄二人出门来，门前喜洽成双对，从来喜洽报喜讯，恭喜爷的一路平安把家归。我发觉陈伟啊，非常的聪明，知道有个高音自己可能有点顶，有点攀，但是你很聪明，你就给他收了一点点，这样的话就是过去了，很有经验，知道自己怎么控制。唱腔方面已经有一定的修养了。其实陈伟一出来一唱一开嗓子，我就有一种欣喜的感觉。然后我再看你的介绍，哎，你还能唱陆派，我范派写在前面的。看到了，又来抢了哈！你自己来处理这个局面。我没其他要求，我只希望你能唱几句陆派给我听。好的，谢谢黄老师。你就没要求的。那我就唱一个素描题诗。好。爹娘归家相下，永不弥漫做山崖。陆派的韵味就唱出来了，而且特别突出的一个地方就是鼻腔共鸣，这一点非常不容易。谢谢黄老师。而且我觉得你。马上就一唱陆派，就那个音频啊，它就这频道就转到陆派上边去了，这一点太难能可贵了。范派比较熟练。我看呐，那个陈伟是玩出水平来了，你唱的比赵志刚都好。谢谢。真的。好，别看他们说的都很热闹啊，最后还要看亮灯情况。3秒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答案。3、2、1，请选择。3位老师都被你亮灯，想到了这个结果。真没有。没有想到，我觉得他有点稍微懵了，一下子都没有看清楚哪3位老师。我本身近视眼。
继续演是吗？我再帮你念一遍。我亮子，吴凤花老师，我也亮。谢群英老师，黄慧老师，3位老师的意见。谢谢3位老师。是，那我们就分别听一下3位老师的意见，好不好？你作为参赛的是以影派来参赛的，但是刚刚你就是开口唱了几句范派，我是觉得你的应该驾驭的不错，而且真的要比陆牌唱的熟练。真的，这是一点。第二，我觉得你现在台上的气质、台风跟我比较接近，所以说我按你这个等。谢谢吴老师。我是这样啊，因为我真的是还没想好，但是我觉得你各方面都非常的那没想好呀，各方面都非常的没想好，我想好了，并不是说我没想好就我没想法，我当然我有我的想法啊，但是呢，我有一句就是说很多想法还没有，就是想哪一个更好。但是呢，我就接下来一句话就是说，无论你选哪一个团队，我希望你继续你的梦想，你实在太优秀了。不要黄老师。是呢，还有我呢。对，还有我。最重要的，我们要听谢老师怎么说。谢老师忽悠你了啊！大家听他忽悠。我希望陈伟到我的团队，我叫你演还是头牌。谢老师，我已经看出来他的全盘打算，小生也是头牌，花旦也是头牌，老旦也是头牌，全是头牌。第一去谢老师这儿是去对了，说错你。来，那么接下来就要看你自己的选择，好不好？黄老师。黄慧老师。恭喜黄慧老师，吴老师啊，遗憾呐。那我真没想到。回头再找你算账。其实我刚刚在没上台之前真的很紧张，表演过程中我自己感觉也出现一些小瑕疵可能，但是各位老师对我很包容，真的谢谢。大家好，我叫王淑丽，来自大连。这次我表演的唱段是《忠魂曲》选段《记得当年清水塘》。我这个发型就是根据这个角色线设计的。6位导师我都非常喜欢，不过我最喜欢的是萧雅老师。能够站在一鸣惊人的舞台上，我已经很满足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各位导师到最后还能有名额留给我，谢谢。爸爸纪念齐民寺，妈妈纪念梦衣裳，为母纪念紫米汤，新家盼你快生长。东奔西走8年来，从未离开娘身旁。因故浦江水，千古
少善良，广州东山出十事，武昌人美一歌唱，斗争岁月童年的精神陪娘，苏老房。明朝妈妈富营山，望儿莫要来望望。我应娘孙你要去寻找救星公参当心永远像太阳，我不能不让你长大，共产党谁共情深娘。还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各位评委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的王淑丽。多才多艺的啊，幼儿园的老师啊，那个我很感兴趣，就说你在当幼儿园院长的时候，一定利用职权培养了一大波的越剧小戏迷，是不是？有吗？很少，因为我在的幼儿园的话，基本上都是国际化的幼儿园、双语幼儿园，所以这一块的比较少。原来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些。那个国际化的更应该开设一个这样的戏曲班，对的，我也给他们多提建议。就是，你除了喜欢越剧，那你其他还有什么爱好吗？喜欢你的歌儿，是吗？我就唱两句您原来出的一个专辑，唱两句好不好？好好。这个时候离开我，对你是个好事情，因为你已经有了新的伴侣，可以安慰你暂时的伤悲。谢谢，好听，唱得真不错。你在唱上还是有天赋的，我觉得。谢谢。真的，你像表演会吗？表演有身上彩唱的表演，你会吗？学了一些。啊，会唱哪些？是花旦的还是小生的？花旦和小生都学了一些身段。哎呦，来！但是学的是初级的，老师不要期望值太高。如果说哪位老师选我的话，我一定会努力去表现好。谢谢。老师心里有数了。来，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6位导师的选择情况。3、2、1，请选择。谢谢。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留下来，让老师再考虑一下，因为你唱的确实很有天赋，刚才唱的我都入迷了。邀请你留下来做我们的待定人员。谢谢侯老师。谢谢侯老师。谢谢。如果萧雅老师那边有需求的话，我希望能进到他的团队。大家好，我叫乌淑义，来自四川成都，我是一名中医。我最喜欢的导师是吴红花老师，因为他是范派，我很喜欢他的武戏。马上要比赛了，
我有点紧张。巴蜀越剧团的各位老师和朋友们，我这次参加一鸣惊人，不会辜负大家的希望，希望你们给我加油，耶！这双儿绿绿渐渐动心房，思绪儿飘飘摇摇。一不永，那一生我怎会陪抗天翻潮？你必为son过无意中，我不该借此讯息来叮咛，嘿，你可曾双眉为却梦？孤城雨，千金难买夜宵雨，城中不亲，我气不动，为叫红叶冰雪下，我要你子孙去落看心胸，从此那隐瞒的笑声永难忘。永难忘，只因相对何欢永啊！来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评委老师好，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吴淑仪。成都这个城市，其实对我们越剧来说，它也是一个热情度很高的这样一个城市。你今天在台上的表现，你自己满意不满意？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哦，因为我觉得你刚开始唱的时候，声音就是全部包在口腔里边，到后面的差不多2句的时候，尾腔的时候，才把你真正的音量才放出来。其实你的味道还是蛮浓的，我觉得在表演方面临摹我师姐临摹的蛮像的。谢谢吴老师，谢谢吴老师。那么接下来就看一下6位老师的亮灯情况，究竟是怎么样选择的呢？3秒钟的时间，3、2、1，请选择。好，谢谢。无论怎么样，希望能够抓住每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毕竟，越剧的舞台也永远希望能够有像你这样热爱越剧的朋友加入进来，好吗？继续努力，谢谢。把掌声也送给他，谢谢。不管选没选上，毕竟我在这舞台上亲自见到了吴老师，我还是心满意足了。我一定要一个签名合影才走。好的，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组团战的所有选手都已经比赛完毕了，但是我们6位导师他们手中的6个名额却没有全部满员，所以
以现在呢，我们就要有请上的是在之前的比赛过程当中侯璐老师留下的所有待定选手，我们再一次有请他们上场。4位导师要做一个慎重的考虑，谁先开始选择？好，首先有请的是谢群英老师。我选择这里唯一的一个男同胞。那么接下来我们期待一下陈飞老师最后的选择，你选择的是陈曦。好，吴凤花老师继续选择。我选来自江苏南京的一对小梁祝。而此时此刻，萧雅老师的选择会是怎样的呢？所有的压力，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萧雅老师的身上。我们来听一下萧雅老师的选择。太难了，我选妙龄。谢谢谢阳老师。经过了我们的组团战，还有最后待定席位的最终确立，那么目前的6位导师，每一个队伍当中的6位名额已经全部满员。在接下来的团队战当中，6位导师将会给我们的选手做出怎样的编排，又会呈现怎样精彩的表演呢？让我们期待一鸣惊人下一期的组团战。讲，他识到多是贤堂子难尽，百姓长来是奔奔。哎呀，这本是下面有文章。哎呀，官人啊，在真人面前莫失家，你在家人跟前莫惜呀。
将，你期间不把真情实，我问你要与谁商量啊？我今日不问他真情的话，好似给人挖心肠。下来去，我要到苏王去问断鸳鸯宝镜，惜真霜。定情自悲。他知我今有自保，且看清他知我没得傲气，最敬仰坚容离郎，要接来贴身贴心心难忘，千岁流浪千里，人生路上经风霜，千岁流浪带上我，英姿勃勃如锋芒，见是郎君身与我，千里对是谁？知道是心上人儿在梦境离了，相依随宝剑伴身旁，从今儿不用小马铺张狂，不用削发去不当，从今儿夜夜不见还自己。
在哪里？年神来年高是要送真家邦，当夜晚受神功，我今朝为啥？夜深深百家姓，牛羊。夜深深晚风送夜凉。夜泪泪谁是剪不断，一重重心事，天谁在？杀什么牛是今越痛涌。
诉留足印。到如今还叫天君家侍奉公情作戏，我是今天应当不观察。才貌翠张莲花，当初何必千枚扎，总算我得意用情上望，也未曾把你教师门奉旁，晨昏3年无生娘，这早饭供养一大，寒心思苦，今朝去前，我今思量啊，回家。如今落叶无边望，我把当年前侣相连落起身，落银锭之花，才算是神一线啊！你从去心人是有心悲家。去千里梦望墙。
觉得萧亚她这个人吧，平时说话呢是嗲声嗲气的。80分是给萧亚打的。全国得有多少老太太被你倾倒？一出戏演完了之后，我们台上的恩仇录也写出来了。比赛就是非常的残酷的。